我方若堂，一个丞相府里平平无奇的病秧子。午间，我于家中庭院小憩了片刻，醒来，被一个叫回素静的缠上了。他告诉我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你说安郡王爱我爱到不可自拔，以后会为了我祸乱苍生，真的假的？我怎么觉得那么不可信呢？真的呢。小静子欢快地答应。可是我都不认识安郡王，他应该也不知道我这个人，我和他都没说过话，你是不是弄错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上一世就是你的男人，就是舍不得你才跟着你来到这一方小世界的。更假了呢。一袭红衣的顾南城轻佻地扬起丹凤眼，调侃说：说说什么时候找到小娘子，怎么也不带出来让我们认识认识，这不是见外了吗？安郡王看白痴似的瞥了他一眼，看向一直望着女子方向未置一词的太子。可要把人抓来审问？再等等。安郡王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还不出来？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我都被蚊子叮了几个大包了。哎，算了，我不等了。你都说了，他一见我就会喜欢上，一会儿去花园再验证便是。安郡王来了，他带着太子和小王爷走来了。方若堂脚步一顿，抬眸看去，就见3位身姿挺拔、长相俊美的男子朝他走来。这3个都是你的男人，他们都会爱上你，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哐哐撞大墙。方若堂正在欣赏男色，突然听到这话，脚步一歪，整个人摔了出去，而正巧走到他面前的3人纷纷后退一步。方若堂痛地吸了口气。不是，你有病吧？我什么东西能一次性拿下他们3个，还让他们为我哐哐撞大墙？你别不是想害我吧？我说的是真的。你在想屁吃？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他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小王爷，一个是小郡王。哎呀，是真的。以后太子会对你豪取强夺，小王爷会为了你谋反，小郡王会为了你甘愿做那见不得光的外室。哈，我跟你这个狗脑子还真是掰扯不清楚了，是不是？方若堂一顿破口大骂，怎么脏怎么来，完全没有注意到对面3人脸黑得跟锅底儿一样。我信了你的邪，你该不会是我祖父的政敌派来忽悠我，想我犯了错操我家一本吧？你下流，你无耻！系统出现崩溃后，明明只有我能听到的系统音，却成了人人都能听一嘴的大白菜。就在热热闹闹的长公主宴会上，在场的达官显贵全都能听见系统对我说的话。本王在他面前竟然张不了嘴，原想反驳他的心声，但张嘴便有股窒息的感觉，差点就去见了太祖皇帝。太子和安郡王同样也是了，情况一样。看样子这还是一个秘密，不能让他知晓。要不你牺牲一下色相，去打探一下情况？你怎么不去啊？安郡王白了顾南城一眼。别忘了，你也是他的男人之一。既然不能当他的面直接问他的心思，便也就不适合将他抓起来审问了。3人刚走到花园拱门处，便听到园子里洋溢的笑声。众人见了，纷纷起身给太子行礼。喜吧，今日孤应安郡王之约前来赏花，尔等随意，不用拘束。太子殿下长了一张目下无尘的脸，没想到性格还挺和善的呀。哎，你说太子有没有什么瓜呀？太子最大的瓜不就是以后会对你强取豪夺吗？我劝你赶紧从了太子，再不济多睡他几次，投他的种也行啊，这样我们就有积分打开商城啊！你别忘了啊，1年后大雍会迎来为期3年的大旱，届时赤地千里无禾稼，饿殍遍野人相食。原来大家还在惊奇，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竟然敢在太子说话的时候出声打断。等听到后面的话时，皆吓得变了脸色，不少人忍不住出声，却像小王爷一样，差点就见了自家太奶。在场人脸色皆变得苍白，四下打量，想知道是谁在说话。太子扫眼一看，便知晓这些人都能听到方若堂的心声，但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方若堂的心声上。不是，你有病吧？你把这个告诉我干什么？我就一个普通的小姑娘，我今年才16岁，我怎么去救世啊？我就算可以舍了一身清白去爬太子的床，我也没命活下来呀。太医说了，我身子不好，
不能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安郡王看着文雅一点，他的妆也行啊。哎，不然小王爷吧，他看起来好上手一些啊。方若堂心思全在小镜子的画上面，没有注意到现场的气氛。不行，小王爷一看就是好色之人，说不定已经睡过很多女人，万一他有病怎么办？我不行，要不你去找别人吧。哎，你直接去找皇上吧，他是天下之主，他想睡谁就睡谁，做任务不是手到擒来。哎，小王爷看似风流，其实还是个童子鸡呢，而且他硬件条件好啊，你不亏。你好色呀！哎呀，真的，我这6图片我给你看啊。方小姐，小王爷红着耳根上前一步，打断了方若堂的心声。他怕再不出声，他的清白就没了。他竟然叫我，好可怕！他不会真的喜欢我吧？当然是真的啦！我跟你说的话什么时候有假过呀？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他现在风流倜傥的模样，他10岁的时候还在玩尿呢。真的假的？展开说说。这下满园子的人都知道，他们听到的声音竟然是相府嫡幼女的心声。风六小姐，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小王爷一副想刀了我的眼神？你看错了吧？是吗？小王爷为什么一直叫我，又不说话？这男人的心思好难猜呀！小王爷呕得快吐血了，最后还是长公主看不下去，主动出声，引开了方若堂的注意。你说长公主只剩半年寿命了？这不会吧？我今天气色挺好的呀，而且长公主看起来挺和善的人，你看她对我笑得好温柔啊！我不想她这么快死，她为什么会死？你能救救她吗？我救不了，但是你可以啊。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已经挺严重的了，现在经常会头痛，有时候还会间歇性的失明呢。我救？我怎么救？我又不会医术。睡了安郡王，开启商城呗。反正你随便睡了他们中间的哪一个都可以开启商城，正好睡了安郡王可以给他娘换药，一颗下去百病全消，甚至还可以延长20年的寿命哦。母亲，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头疼了？也不知道太医院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检查这么多次都没有查出来为什么。太医院没人看出长公主的病情吗？哎呀，这倒不是啦，只是先前找错了太医，术业有专攻嘛。原先请的那位太医擅长女性妇科、儿科等，他该请太医院医术最好的李太医就是专职负责皇上身体的那位。长公主如果让他来把脉的话，能够查出病情的。而且李太医的师兄比他的医术更好一些，请他出手的话，大约能有1成的把握可以治好吧。1成？喂，1成已经很高了好吗？脑子里长了瘤子，那必须是要开刀拿出来的。这一方世界的医术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术后感染死亡的几率9成9啊，所以1成已经是很高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你不救他的话，他注定死路一条。按照正常轨迹推算，他会死在立秋那天。立秋？那不是只有5个月的时间了吗？你不是说还有半年吗？5个月和半年有什么差别吗？反正你不救他，他都要死。你不要想道德绑架我，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没有道德，而且就算我想救，我也救不了啊。安郡王也就看着温润，实则性子清冷，对女色不屑一顾。我从没听说他对哪位姑娘另眼相待过。哎呀，那就算了你去睡太子吧。睡了太子，到时候拿红薯奖励。红薯是一种耐高温、抗旱的植物，在高温条件下也能够生长，而且亩产3000斤以上。哎，这说起来，睡安郡王倒不如睡太子毕竟能救的人更多呀。你这奖励怎么还能随时变的？哎呀，我这不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来的吗？合着我就是一个送货的，失了清白，一点好处都拿不到，我才不干呢。方若堂不忍长公主病逝，也不忍百姓饱受疾苦，但她也不想委屈自己干这些事儿，倒不在乎清不清白，毕竟她本就不打算嫁人。而这3个男人这么优秀，往是她想都不敢想的存在，主要是豁出去救了人，回头骂名全是由她背，
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才不做呢。大不了活不下去的时候，我和百姓一起死，反正我不干。我求求你了，你干吧，干吧，否则这一方小世界按照轨迹发展下去是会毁灭的。只有你有能力救世，你救救他们，救救我吧！我不想消散于天地间的。我就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子，甚至像普通人一样大跑大跳都做不到。我救什么救啊？我什么都救不了。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我回家就跟娘说，即刻嫁给表哥。到时候你把那红薯的种子给我。只是就只能选一个吗？我不能两个都要吗？长公主当年以公主之躯镇守边关，护我大庸百姓，她是一个很好的人，真的就不能也救救她吗？不行哟，你嫁给你那个表哥也没有用，他没有资格开启商场。啊？你怎么还搞歧视啊？太子、小王爷、安郡主、荣世子、霍小将军、叶侍郎，他们6个都行，你随便挑一个，或者是6个一起也行，776个。你有没有毛病啊？上京最优秀的6位少年郎，你是一个都不想放过啊？你要不要脸啊？你敢说，我都不敢听。这有什么不敢听的？反正他们6个上一世都是你的男人，你投身到此界，他们追寻你而来，你信不信？你现在自杀，他们6个立刻就能恢复记忆，然后撕碎这一方天地，追寻你而去。你就是编，也编个像样的吧。我就一个人，怎么找6个男人？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6个很多吗？那你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只为了求你看他一眼而不惜粉身碎骨，便是这6个为了跟随你来到此界都不惜撕碎灵魂，九死一生吗？方若堂越听越觉得小镜子在胡说八道，这话倒是引起了3位男主角的注意，但是不是真的还待进一步验证。太子、小王爷和安郡王都不行，哎，要不你找叶侍郎吧，他是寒门状元，如今又成了户部侍郎，以你的身份嫁给他绰绰有余。不过这是最差的一步，因为按照推算，你嫁给叶侍郎后，其他5个人会陆续的爱上你，然后为了争夺你，让本来就千疮百孔的世界加速毁灭。不是，在你的故事里，他们6个是什么样的顶级恋爱脑？都脑子里有浆糊吧？国家有难，他们不去匡扶社稷，却为了一个女人争斗不休。你自己现在睁大眼睛看看，你觉得他们像是会为了女人发疯的样子吗？你不要太离谱好不好？哎呀，你不信你就试试，不然你以为我说安郡王以后会做你的外甥是开玩笑的吗？方若堂忍不住朝安郡王看去，两人眼神撞在一起，方若堂看不懂，但心里却一慌。怎么回事啊？安郡王的眼神好可怕，我没发现他喜欢我，我觉得他更想杀了我。哎呀，不怕啦，他们就是万年难得一遇的恋爱脑，撕破灵魂跟随你而来的代价是灵魂削弱，失去了记忆。不过这6个人都给自己的灵魂下了印记，所以呢，他们伤害不了你。你不信的话，你就让安郡王捅你一刀嘛。方若堂正要吐槽，就感觉有个人和他擦肩而过，茫然看去，那人是太子，他背对着他，僵着身子没回头。太子什么时候过来的？没注意。哦，方若堂还在和小镜子碎碎念，而其他人的目光都落在太子手中的匕首上。刚开始还觉得方若堂在痴人说梦，苦于不能出口反驳，但这会儿见太子亲自试验，连他的一缕发丝都割不断，察觉到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之后，在场几乎没有几个闺秀的脸色是好看的。长公主见此情况，也知道这花是赏不下去了。宴会草草结束，紧随而来的便是方若堂的特书，在整个上京传开。身体康健，延寿20年的仙丹和亩产3000斤的粮食，哎呀，真是让人难以抉择呀。太子怎么想的？儿臣目前还没想法。皇上白了太子一眼，对他的不识好歹表示鄙夷，吩咐说：先退了和李家的婚事。儿臣遵旨。随后皇上当着太子的面指派了暗卫去丞相府，同去的还有一道圣旨。接到圣旨的方若堂一脸茫然。祖父，
起居郎是干什么的？皇上为什么突然给我封官了？丞相一言难尽地看着自家孙女儿。自明日起，你就跟着祖父上朝，到了朝堂之上，少思少想少看，只要将皇上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全部记录就行。至于说其他的事情，一点一滴都不要多想，更不要在心里议论皇上。我知道了，祖父。方若堂爽快地答应。第二天，水灵灵地跟着祖父就上了朝。这就是上朝啊，好像赶集啊。怎么样，站在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呢？想要为了百姓而努力而奋斗啊？没有呢。方若堂慢吞吞地在心里回了一句：啊，怎么会没有呢？就没有啊。像我这样的嫡幼女，上有撑门面的长姐，下有出色的庶姐，我躺平享受就好了呀。再加上我身子不好，自幼爹娘就说了会养我一辈子，不让我嫁人。倒是你来都来了，你要不直接去保佑皇上吧？我觉得就皇上这身份，想睡谁就睡谁，完成任务肯定很快。不行的呢，我只能绑定你，别人都做不了任务的。况且你们这个皇帝不出1年就要死了，那没办法了。方若堂一副光棍的样子，表示爱莫能助，愣了2息才反应过来。皇上要死了？方若堂没有注意，自从刚才他和小镜子对话起，整个大殿就变得静悄悄的。特别是小镜子说出皇上命不久以后，更是大气都没有人敢喘。是啊，皇上身体亏空的厉害，顶多还能撑1年。你想不想救驾呀？这可是大功一件呢，说不定能够混个爵位呢。不想。哎呦，再想想吧，你不吃亏的。你抬头看看前面啊，排在你祖父后面第5个，那个最俊的小子就是叶侍郎，你见着动不动心啊？这个皮囊你就不喜欢吗？方若堂好奇的抬眼，叶侍郎年纪不大，看着也就20左右，朗目舒眉，五官精致但柔和，好看。但你休想骗我犯错。不对啊，皇上病重，你不劝我睡太子救他爹，怎么劝我睡叶侍郎了？哎呀，你傻呀！皇上死了，那太子就能够继位了呀，他怎么可能为了救驾而献身呢？再说了，太子住东宫，睡他多难呐！但是叶侍郎就不一样了，睡起来容易，回头你找个机会就能睡了他。你昨天不是这样说的，你说睡了他，我会被太子等人强取豪夺。哎呀，没事，你不嫁给叶侍郎就行了。只要你不嫁人，他们就觉得自己有机会，肯定不会发疯的。算了，你别说了，我总觉得你把我当傻子在骗。好无聊啊！早朝这么无聊吗？2家子侄吵架都要让皇上定夺，你那儿有没有八卦？小镜子又是没说服方若堂的一天，他也不泄气。你想知道什么八卦？随便说说。小镜子兴致勃勃地告诉方若堂，户部尚书陈大人有一间金屋，而且他这个人吧，有个毛病，每天晚上都要抱着金砖睡觉。他这么有钱的吗？是啊，他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去年户部拨款修的江南河坝，这会儿已经是摇摇欲坠了。一旦坍塌，会致使下流数万家庭无家可归的。陈尚书突然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动作大到开小差的方若堂都注意到了。他这是怎么了？刚才有说什么吗？没有啊，不知道。不过江南现在正在下大暴雨，今晚河堤坍塌，会死伤过万。什么？这么严重？小镜子，你有办法救人吗？我没有啊，你可以啊。你别开玩笑了，神命关天的事情，我哪有这个本事救人？真的，你现在去睡了太子，我立刻就帮你联系五谷县的县令，让他组织百姓撤走。你又道德绑架我，我都说了我没有道德，你绑架不了我。方若堂心里硬气地对了回去，但想到过万的人命，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这会儿又正巧官员出来检举户部尚书，说他贪官受贿，皇上快刀斩乱麻，直接下旨将人拿下，并令锦衣卫立刻去尚书府抄家。几息的时间，速度快到惊神。我突然发现朝廷办事好快啊！为什么我祖父以前经常愁眉苦脸，
一个政令要拉扯几天？可能是你祖父办事能力差吧。有道理。方丞相牙痒痒地瞥了自家孙女儿一眼，站出来启禀了江南暴雨之事。陈大人贪赃枉法，臣担忧去年由他监督修复的河坝未能实时到位。祖父，你的担心是对的，不过再担心也来不及了，今晚就会坍塌，到时候数以万计的人就会死在这场暴雨洪流当中。你说你能联系五谷县县令，怎么联系啊？开启商城，商城里有传物符，到时候直接把这边皇上的旨意传送过去就是了。大方的话，中间加一张传音符，这边还能与那边对话呢。你别想，我不会去睡他们的。你换一个要求开启商城，哪有人第一次做任务就是王炸？总要从易到难吧？那你嘴对嘴亲他们6个人，一人亲一口。你他妈！方若堂骂得急脏地输出了一顿，才勉强压下火。你说说你啊，究竟是个什么不正经的东西？你说说吧，你到底是我祖父哪个正地派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身败名裂，来抹黑我们方家是吧？方若堂和小奶娃争吵的对话，听得众人恍恍惚惚，全都不可置信地朝他以及太子和叶侍郎看去，更有甚至不怕死的凑到太子面前，小声试探：“太子殿下，不如……”这话刚开了一个头，太子凌厉的眼神瞥去，他立刻闭嘴，后退一步，缩回原位。这样吧，我去拉一下他们的手，然后你就把商城打开，帮我传递消息，怎么样？这不符合开启商城的条件呢。我不管，你答应我就做任务，你不答应我就不做了。到时候五谷县的伤亡就全记你头上，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害死了数以万计的百姓。道德绑架谁还不会啦？小镜子哭唧唧的同意了。你看看，我明明不用做任务你就能开启商城，你却偏要为难我，引我去做坏事，你不是一个好精灵。因为我抽取了一丝我的本源之力，我力量的强弱关系到这一世界的安宁，我若是消散了，这一方世界也将毁灭的。啊？那怎么办？哎呀，你就赶紧做任务，我才能恢复的。方若堂眼珠子动了动，一会儿下朝的时候，我偷偷跟在叶侍郎的后面，假装摔跤，然后趁机拉住他的手，你觉得怎么样？行，就这么办。但我买了符，怎么联系五谷县县令？我不会说呀，而且我怎么让他相信我？没事，一会儿把东西都给你祖父，让他去办。小镜子，你真聪明。退朝。见皇上出了大殿，立刻就鬼鬼祟祟地朝着叶侍郎走去。叶侍郎的手，哎呀，怎么了呀？好大呀！叶侍郎被这个语调引得思维略微扩张，手指微颤了一下。他这微小的停顿，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方若堂并没有注意到，他矜持了一下，便在心里高喊了一声：“我来啦！”叶侍郎瞬间步伐都放缓了，手臂更是不敢再摆动，就怕方若堂不能准确地抓住他的手。怎么是太子？哎呀，谁叫你笨呢？还差叶侍郎那么远，你摔出去了，连他的100都碰不到。幸好太子就在旁边扶住了你。哎呀，快呀，赶紧握住太子的手！方若堂满脸通红的去抓太子放在他腰间的大手，结结巴巴地说：“谢谢太子殿下。”握够了吗？对不起。方若堂慌忙松手，后退2步。方若堂面红耳赤，恨不得钻到地洞里。走吧。孤与丞相有事相商，与你们一道回府。方若堂一惊，下意识地抬头找方丞相。祖父。方丞相一言难尽地看着自家不省心的小孩子，好好走路。他不爽地看了一眼太子，有种好白菜要被猪拱了的感觉。回丞相府的路上，方若堂注意力全在商城上面。怎么回事？东西都是灰色的，买不了。买东西是要积分的，你的积分不高。怎么还要积分啊？积分又是什么？做任务就有积分呢。小镜子小声解释。哎，快，好机会啊！一会儿假装马车颠簸摔到太子的怀里去，完成任务奖励10点积分。你在说什么梦话？什么样的颠簸我才可以越过我祖父摔到太子的怀里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宝！100积分的培元丹，你吃了以后百病全消，再也不用被心疾所困了。延寿丹，你确定不想给你祖父来一颗吗？还有你祖母，
他可是最疼你的人哟。拼了！不怪他没有原则啊，只怪小镜子给的太多了。方丞相心里五味杂陈，不想让小孙女儿投怀送抱，但又想要培元丹。这10几年下来，家里养的再精细，方若堂在换季的时候也并发过几次，哪一次不是九死一生？比起健康，旁的倒是其次。方丞相瞬间想明白了，甚至做起了助攻。堂堂，祖父有事与牛儿说，你坐对面去。方若堂瞬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站起身来，故意晃了2下，朝着太子扑了过去。香香软软的小身子被太子再次抱了个满怀。任务完成，奖励10点积分。方丞相面色复杂地伸出手，把方若堂从太子怀里拉了出来。坐好。方若堂傻乎乎地冲着方丞相笑了一下，扭头不走心地对太子说：不好意思啊，没有碰到你吧？太子没有什么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方若堂也不在乎，美滋滋地翻起了商城。想买的一样都买不起。小镜子啊，我们才初相识，你又是更高等文明的产物，你见了我不给我一点见面礼吗？好呀！方若堂惊了，没想到小镜子这么大方。哇，好多东西呀！谢谢小镜子，你真好。洗髓丹1枚，驻颜丹1枚，强体丹1枚，培元丹1枚，延寿丹1枚。这些丹药光听名字，方若堂就能猜到作用。你先吃培元丹治病，再服用强体丹重塑筋骨，到时候呢，用洗髓丹洗筋伐髓会轻松一点。正好祖母病了，我回去就让她服下培元丹。哎呀，你祖母的病情没事，再过几日便会康复了。你先顾着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大材小用了。延寿丹1颗是10年寿命，能不能多给我几颗？我想分给祖父、祖母、外祖、外祖母，家里人有点多，就1颗不够分。小镜子沉默了。好吧，那这颗延寿丹就先给祖父好了。洗髓丹我能不能让二哥吃啊？他是御前佩刀行走，武功高强，身体应该能挨过洗髓的痛苦。方若堂嘀嘀咕咕了一路，几颗丹药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到了丞相府，方若堂拉住了方丞相，将人拽到了一旁。祖父，我刚刚在回府的马车上突然聆听了神讯，神仙选中了我做人间的仙使。我把你当孙女，你把我当傻子。你刚才一路过来，有没有神仙显灵，我还能不知道吗？方丞相复杂地看了一眼方若堂，配合他演了这出漏洞百出的戏码。神仙告诉了我五谷县的事情，并给了我2样法宝，传音符和传物符，让我交给你。神仙说直接用就行了，具体的你自己去研究吧。方若堂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方丞相十分无语，回身把东西交给了太子，两人便又坐着马车再次入宫。皇上虽然第一次见到传音符和传物符，把圣旨和传音符往传物符上一放，东西便消失不见了。商讨完正事，皇上突然来了一句：方爱卿啊，你觉得太子怎么样？方丞相心里一沉，有些不高兴，但面上不敢显现出来。太子自是极好，李家小姐聪慧敏捷，端庄贤淑，与太子堪称良配。皇上微挑了一下眉，脸色都没有变一下，就好像刚才只是随口一句闲话，接着又忆起朝中旁的事情。倒是太子本人若有所思地转动着手中的玉扳指，起了一些心思。怎么样，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他们就是为你而来。我觉得我像一个怪物。啊，你在说什么？方若堂擦了擦眼尾的泪珠。不是吗？每个人的命运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上一世他们虽然爱护我，但都有各自的生活。我骤然离世，他们可能会像爸妈和哥哥一样伤心，但伤心过后也依然能站起来过好自己的生活才对。怎么可以这样无缘无故的死掉？就像那个世界所说的剧情杀一样，太恶心了。方若堂虽然没有恢复记忆，但不论轮回多少次，他的灵魂依旧干净，心中永远存在大爱。哎，不是的，你应该也察觉到了，你上一世呢不太聪明，那是因为你神魂不稳。他们6人一次次的陪你轮回，是为了保护你。我这一世好像也不太聪明，因为你的神魂受损，原本在平安轮回10次左右就能修补神魂，恢复神力。
但是这次投身到这一方小世界，碰上天道进化失败，天灾人祸齐齐涌现，便是他们也因私欲而逆了你的意思。你想救世，他们6人却是为了争夺你，致使这个世界加速崩塌。最终其天道掠夺了这个世界的核心本源，成了其他世界天道的养分。你投身此界前，他们便推算到了此方世界的大劫，但是他们跟随来此，要守此方天道的规矩，必不能留有记忆，便将我投放到了你的身上，借了我的力量来协助你。原来你是他们的，难怪你一直让我去找他们。方若堂气鼓鼓地开口，也终于懂了为什么让小镜子绑定皇上他还不乐意的原因。哼，你向着他们，我不要你了。我没有啊，我肯定是跟你天下第一好。你不是，你都不给药给我治病。我给了呀，可是我祖母吃了呀。小镜子一噎，欲哭无泪。这怪谁呀？他委委屈屈地掏出了培元丹以及强体丹。方若堂一脸聪明相的拿过药，直接吞入。入腹后身体温温热热的，有点舒服。我的病这就好了吗？小镜子有气无力地回答。他不想和方若堂说这么多，就是怕说多了他不做任务。他不做任务只要好处，等他以后回归了，不搭理太子，太子能徒手劈了他。你好厉害呀，一个小药王会让我16年的病痛就全都好了。你有没有药方啊？这是修仙界的丹药，单方给你也没用，与普通的药方不同，这一方世界的大夫研究不明白的。在此期间他又服下了强体丹，服下后有一种身体要爆炸的错觉，硬扛过去的方若堂出了一身的汗，再站起来时有种踩在云朵上脱胎换骨的感觉。一番折腾下来，方若堂很快入睡。等他睡下以后，这些对话全都出现在了皇上的御桌上。皇上脸色复杂又惊喜，当晚便召唤了太子入殿说话。太子第2天早朝时，目光几乎不错的放在方若堂的身上。方若堂一点的敏锐力都没有，反而兴致勃勃的和小镜子在吃瓜。这么炸裂，竟喜欢看自己妻子被人奸淫。这么炸裂，竟喜欢看自己妻子被人奸淫。会的还是礼部侍郎，竟做这么不要脸的事情。他的夫人也太惨了吧。他的夫人是曹御史的嫡长女，最为端庄守礼的一个人，如果被人知道，他活不了了吧。生出！大殿里突然一声大吼，只见一个官员劈头盖脸的往另一个官员脸上打去。怎么回事啊？刚才说什么了？怎么突然打起来了？方若堂凑到启居郎面前小声询问，只见他一脸复杂的回望，半晌没有出声。你也不知道吗？方若堂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难道这人也和自己一样，上朝的时候开小差了？都住手！皇上，求您为微臣做主。他怎么了？这位是曹御史，刚被他暴打的是他的女婿礼部斗侍郎。这个斗侍郎长得人模狗样的，竟然这么不是东西，让我来看看他究竟怎么回事。我的妈耶，果然没有最变态，只有更变态。从小就会偷看隔壁寡妇洗澡的男人会是什么好男人？就这样的人竟然还能考上进士，又得了上峰看中，一步步高升。不行，这样的人渣别说当官了，便是做人都不配。让我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料可以挖。他简直不是人啊，为了升官竟然让那么多男人睡自己的妻子。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要拿刀砍死他。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要拿刀砍死他。方若堂左瞄右看，想找趁手的工具。你干什么？左摇右晃的像只猴子。祖父，曹家大姑娘太可怜了，这事是我能说的吗？闹开了，曹大姑娘的名声也就毁了，她也活不了了。满朝大臣沉默不语，独留曹御史难言哽咽的声音。他恨不得杀了斗侍郎，同时也忍不住迁怒方若堂。他是嘴巴没说，但心里什么都说了。他那可怜的女儿哪里还有活路可走啊？你先起来吧。皇上揉了揉眉头，颇为无力。皇上瞥了一眼方若堂，真想让他不该想的不要瞎想，这不为难人吗？皇上，微臣要揭发斗侍郎私德有亏，
欺辱臣女，不配为人，请皇上恩准臣女，合理归家。斗士郎，你可有话要讲？皇上面色冷峻地看着斗士郎，斗士郎哪里敢有话说啊？现在全身都痛，哼都不敢哼一声，老老实实的认错，求皇上宽恕。既如此，那朕便做主，同意了曹御史的请求，从此往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小镜子，你这么厉害，可以帮帮曹大姑娘吗？我觉得她可能会活不下去了。我可以回溯时间，但是你们这方小世界可能承受不住。你确定要为了他一个人，拿所有人的命去搏？不，当然是他和家人的命更加重要。你让他忘记过去可以吗？掩耳盗铃。哎呀，他活不下去，不就是觉得不干净了吗？你把洗髓丹送给曹大姑娘，洗精伐髓之后，这世上就没有人比她更加干净了，体内不含有一丝的杂质啊！你有病啊！这是同一个干净吗？再说这个我要留给二哥。你不是想要帮他吗？都是女人，我同情她，也想帮她，但这么珍贵的药王，我肯定要先给我家人留着，我以后有多的再帮她好了。曹御史为什么会知道斗士郎的事情？又为什么要这么蠢的在朝堂上说开？他想逼死自己的女儿吗？曹御史一口气喘不上来，他为什么要在朝堂上闹大？还不是因为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你救他，他就不用死了；你不救他，他会活不下去的。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这么喜欢搞道德绑架，而且洗髓丹这么贵重，我也就一颗啊，我怎么给他？我同情他，可我也不认识他。哎呀，贵重什么呀？于你而言，没点用的东西，你天天扔着玩，那10年也扔不完呐。我给你准备了几10万颗都不止呢。哼，说好了智力有缺失，怎么这么难哄啊？小镜子被凶了，哭唧唧的小声反驳：“你说什么？”刚才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话。没有。小镜子情绪低落，没注意已经暴露了。你帮曹大姑娘，我以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就做任务。真的？真的。你不能骗我啊！以后要做任务还我积分哦。方若堂拿着又到手的一枚洗髓丹，敷衍的的2句。原来刚才不是幻听啊！散了朝，方若堂就琢磨着让娘递帖子，请曹大姑娘上门一叙。曹御史当下也不顾脸面，一刻不能等的请方丞相上门吃酒。都许这个傻千刀的呀！我可怜的女儿啊，这可让她怎么活呀？曹御史又快速地说了洗髓丹的事情。真的，还有方六小姐，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等这事儿了了，我一定要去庙里给她请一个长生牌位，日日的供奉啊。很快，曹大姑娘被人请回了府。我和方丞相有些事情要谈，你陪方六小姐。一会儿不管方六小姐给你什么，你只管吃下去啊！曹夫人只交代了这么一句，就让曹大小姐带着方若堂去了后院。我该怎么让曹大小姐吃下洗髓丹？直接拿出来会不会很奇怪？她不会拒绝吧？拒绝就是她自己蠢，那就不要浪费啦，尊重她的选择嘛。曹大小姐一惊，难道她和长公主一样得了不治之症？这样好麻烦。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你说我装仙姑怎么样？这样的话，以后别人就会来求我，而不用我想方设法去给别人吃药。我现在这样好像下毒哦。方若堂皱巴着一张小脸，说干就干。曹姐姐，实不相瞒，我得了仙人指点，知道一些旁人不知道的事情。他看着方若堂为了他愁苦的样子，眼里闪过一抹笑，立刻体贴的配合。难怪我看方六小姐出尘脱俗，原来竟是有仙人指点。失敬。方若堂一噎，曹大小姐怎么有点不聪明的样子？曹大小姐怎么有点不聪明的样子？曹大小姐脸上完美的笑容有些皲裂。我看你与我有缘，我这里有一颗仙丹，我赐给你吧。方若堂直接拿出了洗髓丹，你吃吧。曹大小姐迟疑了一下，想到母亲的叮嘱，直接将药塞入口中。这仙丹吃了会有一点难受，你赶紧回房吧。
曹大小姐笑容一顿，腹部突然像是有刀绞，顾不得体面的起身，匆匆的丢下了一句：“方六小姐先坐坐，我去更衣，去就回。”方若堂以前没有用过洗髓丹，并不知道其效果。见效这么快，曹大小姐不会出事儿吧？不会，洗髓丹要不了人命，只会让人半死不活。方若堂做了好事，却跟做了贼一样，很从心的回到了祖父的身旁，却发现花亭里面来了不少人，甚至太子都在。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人？方若堂好奇了一句，便一脸犯错的模样，扯了扯方丞相衣袖。祖父，我们回府吗？吸髓的过程很痛苦，曹家人肯定以为我下毒了，我还是先跑吧。方丞相本身也想看看吸髓丹的效果，再加上太子等人都来了，根本就走不了，只当没有听到方若堂的话。被无视的他心生嘀嘀咕咕不停，就怕是被抓去蹲大牢。就这时候，小镜子还在添乱，一直怂恿他去和太子贴贴。方丞相等人被吵得头疼，没过多久就有丫鬟过来禀报曹大小姐的事情，这也给了众人机会亲眼围观。不过大家虽然好奇，也不至于不讲究的入室，只到了曹大小姐的院前便停住了脚步。但刚走近，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便迎面扑来。方若堂忍不住的干呕，在心里吐槽：你没说洗髓这么臭啊！我的老天奶呀！当然臭呀，体内的杂质都会被排出来。更何况曹大小姐多年未孕，是因为一直被寇侍郎喂避孕药，身体早就坏了。要不是这次洗精法髓，她这一世都当不了母亲啦。唉，窦侍郎究竟是什么恶臭男呀？等会儿我要和祖父好好说说，一定要让祖父揪出他的小辫子，将他贬官杀头。他虽然会贿赂上峰走人情，但我查了，他并没有犯什么大错，不到被杀头的地步。贪那也是小贪，这属于皇上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呸！我让祖父多联系几个大臣一起上谏，不能砍头，也要将他贬官。还有曹御史，他怎么说也是曹大小姐的亲爹，他该多出力才对。正好这事儿他最擅长。曹御史面色复杂古怪，刚才在朝上不要脸皮的闹出来，不就是想让陛下直接将人贬官？但后来听方若堂说了洗髓丹，他这才没有抓着窦侍郎不放。毕竟洗髓丹这么重要，眼下的时机一过，便是方若堂想，这颗洗髓丹也不见得能落到他女儿的嘴里。也正是为此，他才一刻不停地把人请到府上，趁着方若堂热血的时候，赶紧把实际好处拿到手。毕竟这是能救他女儿一条命的好东西，错过了就没有了。快，往后倒！太子送货上门，站在了你的后面，报一下10点积分呢！想想吸髓丹，冲呀！不行，我往后倒，他不接住我怎么办？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摔在他面前，他看都没看一眼。不怕，风险和收益并存，冲！况且你刚才都跟曹大小姐说你是仙姑，能够拿出仙药，这事儿肯定是瞒不住了。回头肯定是有许多人找你求药，那你是救还是不救啊？肯定不救啊，这药又不是大白菜。再有药的话，我肯定先给自家人用。你也是，下次有像曹大小姐这么惨的事情，你就别和我分享了。救的话，显得我像一个圣母；不救的话，我心里又过不去。白给一颗洗髓丹，方若堂的心里也是很痛的。毕竟小镜子跟个奸商一样，一颗就要1万积分。他做一次任务才10点积分，猴年满月他才能再拥有1颗呀，到时候免不得又要和小镜子耍嘴皮子。好在他哄一哄，小镜子就都会给他。方若堂在心里盘算的同时，动作有点大的往后瞄了一眼，确定了太子的方向，有点矫揉造作的哎呦了一声，然后慢慢吞吞的往后倒。太子冷峻的面容闪过一抹复杂，但凡不是能听到方若堂的心里话，他是真的不想配合这出戏。就这种投怀送抱的程度，还让对方得了手，显得他有点蠢。方六小姐，哇，太子的胸肌硬硬的，你说他脱了衣服，是不是像你昨天给我看的那些男菩萨？哎呀，当然啦，我能搞到太子的裸照，我发给你看了。好呀。太子抱着方六小姐的手一紧，方若堂突然觉得一股大力将他整个人勒住，他茫然地看着太子，不解地歪了歪头，一脸单纯可爱的模样。光看他的脸，谁能想到他这会儿在心里问小镜子讨要太子的裸照。太子脸黑的教训：方六小姐，有些事情不该看的不要看，知道吗？
哦，方若堂娜娜的回应，其实没懂太子的意思，就是看他这会儿脸色不好，知趣的没有追问，总觉得问下去痛的就不止他的腰了。太子，我腰快断了。方若堂龇牙咧嘴的掰着太子箍住他腰的大手，同时不忘在心里和小镜子讨价还价。快，我又握住他手了，他还抱我了，比我抱他更难，我还摸他胸肌了，你给我多加点分。行，那就100积分吧。太子听到这里总觉得有点奇怪，这个更高等文明的产物好像并没有什么规矩，至少在方若堂面前有点随便。咦，100积分，我又可以买一盒丹药了呢，这次买什么好呢？方若堂被太子抱在怀里，太子不松手，他也没想要出来，甚至还一副懒骨头一样的依在他身上。方丞相面色复杂地看着恍若无人抱在一起的两人，他这次能确定太子是真想拱他家的大白菜了。回春丹为什么要500积分？回春丹不单可以百病全消，延寿20年，更能一夜回春，容貌回到青年时期。你别骗我了，不就是一颗培元丹、2颗延寿丹、1颗焕颜丹加起来的效果吗？这也就400积分啊。小镜子沉默了，有点道理啊。而且你这样我也不好记，都100积分吧，不然我记不清楚，好麻烦啊。行吧。小镜子有点扭捏，但很大方。方若堂没有什么感觉，但在场的其他人却忍不住多思，这个更高等文明的产物真的不是方若堂的家生奴才吗？怎么这么听他的话，看似好像逼他做任务才给他积分换各种药丸，但事实上就像是哄小孩玩一样，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有了这个回春丹，我时不时吃一颗，我是不是就能与天地同寿了？当然不行啊，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天道自有法则，300岁是极限啦。300岁也不错，行吧，这颗回春丹就给祖父，正好延寿丹还没给他，让他把延寿丹给皇上，毕竟今日事了，皇上肯定会收到消息，不送点东西给他，他肯定不高兴。再者，皇上活着也好过太子这个颠公登基的犯病，我可不想成为引起国乱的女子。方若堂想到这里，有点嫌弃地看向太子，这才发现2个人还抱在一起。啊，太子怎么抱着我的？你刚刚摔到他怀里，他就一直抱着你啊。你说话真准，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太子真的爱我爱得无法自拔，竟然不顾君子风范，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抱我了。他不会是故意使这种手段，让我失了清白，好求求我吧？有可能。这种毁女子名声后再来求求的男子，我可看不上。方若堂推开太子，下巴一扬，带了几分不屑，看着面前高傲的像只小猫咪的小姑娘，他手怎么有点痒呢？太子目光侵略地看着方若堂，他的警觉性太低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伸长了脖子朝着曹大姑娘的院子里看去。没等太久，曹大小姐就走了出来，她整个人脱胎换骨，一身肌肤散发着莹莹光芒，这些年因为烦心事太多，早早爬上眼角的细纹全都消失不见了，看起来就像是17、18岁的少女一样，有些紧张不适地站在人前。月姐儿看着面前的大姑娘，有点不相信这是自家女儿。这太神奇了，曹大小姐，你怎么突然年轻了这么多？可是有什么奇遇啊？你怎么突然年轻了这么多？可是有什么奇遇啊？曹大小姐看了一眼方若堂，见她没什么反应，才将她是仙姑并赐下仙药的事情说了。偶得仙人指点，有了些仙缘。方若堂故意话少，想装出几分仙风道骨的模样，但小镜子却是在心里不断地催促他，让他主动说出天道进化的事情。这一方世界不是他一个人能救的，末法时代天灾人祸不断。他小嘴一张一合，像背书一样，小镜子说一句他说一句，说完冲着太子点点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姑知道了。仙丹易得吗？当然不容易。方若堂回应的铿锵有力，就怕这群人觉得容易，一人找他要一大堆，他上哪儿去弄药来啊？有没有什么途径能够得到仙丹？赶紧告诉他，让他做你的男宠。只要他答应了，我就给他亩产3000斤的粮食。你们只有1年的时间准备了，别再拖拖拉拉的了，否则到时候真的会死很多人的。方若堂在心里将小镜子按了下去，他回答太子的话：不知道呢，
要等仙君联系我，毕竟我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仙使，左右不了他的意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显灵。方若堂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仙君再有旨意，请方六小姐一定要如实相告，无论究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只要能够得到仙君的帮助。好的好的。方若堂又有点敷衍的答应，然后凑到方丞相的面前。祖父，我们回去吧。喂，不是，你这就走了？你不跟曹月迪说几句话吗？不收他当信徒吗？不收，麻烦。行吧，我看他资质也不怎么样，不收就不收吧。我还当你把洗髓丹给他是看中他呢。在此以前我都不认识他，我看中他什么？哎呀，你看不中就罢了，只怪他没这个好命。当天下午，皇上的圣旨下来了。简单来说，方若堂升官了，从小小的起居郎一跃成为了超品大国师，地位直线上升。方若堂高兴坏了。等到第二天，到了大殿，方丞相看到皇上下座多出了一把椅子时，神色复杂。他这个做祖父的站着，孙女往后却坐在那儿了。啊，你干嘛？胳膊被太子握在手里，方若堂软绵绵的开口。太子手掌下滑，牵住方若堂的小手，微不可察的捏了2下，只觉得手感很好。坐这儿啊？是我能做的吗？困了就再睡会儿。方若堂狐疑的看着太子，怎么回事？太子怎么突然变了样？没变，以后更舔。方若堂从上一个世界知道了舔的意思。太子现在是不是喜欢我了呀？你说他喜欢我什么？你长得好看，又能拿出仙丹，他喜欢你，那不是正常的吗？方若堂一想，好像是哦。他瞬间挺直了背，高兴地看向太子。他眼光真好。当然啦，即使瞎子也会喜欢你的。你这么美好，谁能抗拒啊？谁会不喜欢呢？你眼光也好。这一主一仆，一个敢说，一个敢听。太子愣了一下，觉得真有点喜欢上了，至少是第一次有一个姑娘让他觉得光听他说话就有意思。皇上驾到！没一会儿，皇上来了。方若堂想站起来，肩膀被太子压下。他看了对方一眼，努了努嘴，大眼里写满了是你让我做的哦，一会儿皇上骂我，你要帮我哦。皇上上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新任国师赐的仙丹，并且当场赐下一系列的奖励，金银珠宝是最不起眼的，其中还有封地、享食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以后见了皇上都不用下跪了。这个皇上还挺好的，祖父将延寿丹给了皇上，他是不是改变了命运，增加了10年寿命？不见得哦，一般情况下延寿丹能够增加10年的寿命，但是你们这个皇上是自己找死，吃了一些术士做的毒药，身体早就垮了。啊，我觉得他看起来不像要死的样子。术士做的那些丹药里面加的都是水银、朱砂这种毒物，甚至连女子的精血都往里头加，单吃哪一种都是要人命的好吗？咦，听到会有女子精血，方若堂简直不能直视皇上。皇上本人也欲呕，决意下朝了，便将那些术士全都拖出去砍了。皇上的爱好真奇特，要不给他一颗洗髓丹吧，让他多活几年。我记得祖父说过，皇上是一个勤勉的好皇上，有他在总比太子上位强。你看太子这才刚喜欢上我，就不对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好。太子看向在心里大声蛐蛐他的小姑娘，一时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皇上直接冲他挑了一下眉，谢谢太子的恋爱脑，让他喜得一枚洗髓丹。嘿，好呀，你努力做任务。我做了呀，刚才太子牵我手了，而且牵了好久，难道这不值得一颗洗髓丹吗？再说这是救皇上，救了他就能救很多人。行吧，可以。看吧，就说这个仙丹很容易得到。你一块去威远侯府吗？是啊。姑跟你一块去。好呀。太子有点粘人啊。太子垂眼看着面前表里不一的小姑娘，活了19年就没有这么无语的时候。你请太子吃饭，让他喂你吃菜，给10点积分。行吧。方若堂仰着小脸问，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方若堂得了太子的首肯，噔噔噔的就往方丞相那儿跑。祖父，我不回去了，我要请太子上酒楼吃好吃的，你给我银子。太子好歹是个男儿身，你与他单独吃饭不便，
再者，他身为男子跟女子吃饭，又怎能让你掏银子呢？谁限制了男女一起吃饭就一定要男子掏银子？祖父好没道理，快拿银子来！说着，方若堂就对着方丞相动起手来，直接抢了他身上的荷包。这些够我们吃5食吗？够的。方若堂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满意的收好了荷包，走了2步，回头看见落在他后方的太子，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太子的手。太子看出他的意图，伸手牵住，自然而然的亲密让太子心里生出了几分隐秘的欢喜。他牵我了，他又牵我了，你是不是要给我奖励啊？牵手不行了，你换一个，要不你去牵叶侍郎。吃完饭便要去威远侯府，你这一身怕是不太合适，姑陪你去宇长阁看一看。宇长阁？我要去，我还没有去过呢。去完宇长阁之后，再去金玉满楼挑几件首饰。好呀。方若堂扬起小脸，高兴坏了。两人说话间，亲密无间的拉手走了。被留在原地的大臣以及叶侍郎都望向了他们的背影。你再不行动，以后就没机会了。太子可不会允许你们和他抢。有人看热闹不怕事大，叶侍郎脸上看着和煦，心里想什么也没有人清楚。都怪你爹，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啊，黑黄的，哪里好看了？这些嫩色你都穿不上了。早早给你挑好了衣服，你倒好，穿着衣服舞枪弄剑，衣裳都被划坏了。现在匆忙出来买衣服，哪里就有那么合适的？被说的少女身着劲装，若不是疑似她母亲的夫人拿着裙装在她身上比划，光看背影都看不出她是女儿身。毕竟她比一般的女儿家要高出许多，目测也就比太子矮那么一点儿。这次你回来了，就留在京中，不完婚哪儿都不许去。一个女儿家不嫁人。有人来了。说话的女子声音清脆，倒是一听就知道是个姑娘家。而原本唠叨的夫人这才注意到3楼多了人。参见太子殿下。微臣见过太子殿下。女子是威远侯府的嫡长女吕胜男，不像一般闺秀，出生就继承了他爹的天生神力。他爹一个武夫也不讲究，拿他当嫡长子培养。吕胜男11、12岁就被他爹带上了战场，甚至立下军功。失继长公主以后，第2位以女子之身参军并有军职的女子。这次回京是因为他娘屈信寻死觅活，他爹受不住，打包把她送回京，让她回来嫁人的。哇，好好看的小姐姐呀！方若堂眨巴着星星眼儿看向吕胜男，吕胜男微抬眉眼看向没张嘴却能发出声音的小姑娘。她就是威远侯府的嫡长女。咦，那我一会儿就是去她家吃酒啊？对，他娘请了京中大半少年，想给他择一位优秀的郎君。是有点难吧？这么优秀的小姐姐，这世上有男儿配得上吗？他娘是白费心思，他最后没嫁人成婚。独媒也挺好啊，那她和我一样，以后都不会成婚。你觉得我找她做朋友怎么样？方若堂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嫁人，自然不觉得不嫁人有什么问题，反而美滋滋的。可以，她品性挺好的，不过她和你不一样，她家呀就她一根独苗。她不嫁人的话，他们威远侯府就断根了，世袭罔替的爵位到她这里就断了，挺可惜的。啊，这么惨，就没有适合吕姐姐的优秀男儿吗？有啊，国公世子陈月，只是在一般人的眼里吧，大约不合适。毕竟陈世子羸弱多病，出行都要坐轮椅的。给我看看他的资料。方若堂一直在心里和小镜子聊天，在场其他3人也没有打扰。至于旁边侍候的下人，根本就听不到方若堂的心声。我可以，我单方面同意了这门亲事，锁死，一定要锁死，就让陈玉嫁给吕姐姐。这是什么女为男欧召集现实啊！我一定要让陈玉嫁给吕姐姐，太合适了，他们也太合适了。方若堂的心声叫得在场3人头疼，毕竟他的心声是360度环绕响起的，与平时说话的声音大有不同。吕姐姐，我叫方若堂，出自丞相府，排行第6，你叫我若堂或者方小六都行。吕胜男，威远侯府，很高兴认识你，方小六。吕姐姐是要挑衣裙吗？我觉得吕姐姐就穿身上的劲装就很好看了。方若堂热情地上前，一下子挽住了吕胜男的胳膊。啊，干嘛？方若堂正和飒爽的小姐姐在贴，就被太子一把捞了回来。我们挑了衣服，还要去监狱满堂看首饰，接着要去珍馐楼吃饭，时间有些紧。而且吕夫人他们是今日的主家，想来事情也是极多，我们就不要耽误他们了。方若堂想了一下，觉得有道理。吕姐姐，
那我就不妨碍你了，待申时去你府上再许你玩。好，我等你。方若堂很快被一件件锦衣华服给吸引了注意力，太子给他挑的他都喜欢，挑了一件最喜欢的穿上，粉色的交领襦裙衬得本就可爱的模样更添了几分灵动。太子付账的时候，掌柜的说威远侯府已经付了。雨姐姐是不是很喜欢我啊？第一次见面就送我裙子。太子扯了扯嘴角，强势的把银子给了，命令掌柜的不许将这几条裙子挂在威远侯府的账上，随后又带着方若堂去金玉满堂挑首饰。你也很喜欢我？不该是你喜欢我吗？当然不是啊，你看看，你又给我买衣裳，又给我买珠宝，肯定很喜欢我。如果是我喜欢你，就该我给你买了。那一会儿你请我50，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可怜的太子，我还是不要告诉他我是为了薅他羊毛拿奖励好了，毕竟他也挺好的。行了，别说了，他都知道了。两人抱着不同的心情到了珍馐楼，看看有什么想吃的，都可以点吗？方若堂拿起菜单，里面有许多家里不许他吃的，特别是一些重口味的辣菜。太子不说全然了解方若堂的习性，但也掌握了4、5分。修长的手指在菜单上面点了点，这些不许吃。方若堂嘟了嘟嘴，可是我想尝尝嘛，你让我尝尝，我就喜欢你了，好不好？太子心跳漏了一拍，正要开口时，小王爷不请自来。哟，这是谁啊？背着人在这里勾搭小姑娘呢？太子刚融化的神情在顷刻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他来了，他带着积分走来了。小王爷脸上玩世不恭的笑容微微僵住。不介意我坐下一起吧？小王爷随口一句，便自顾自地坐了下来，根本不管太子那张臭脸。毕竟按辈分，太子可得叫他一声叔叔。快冲呀，跟他搭讪呀，摸他的手，给你10点积分哦。你这样显得我很猥琐。怕什么呀？他可是会为了你造反的男人。太子扬眉看向小王爷，倒忘了这一事。小王爷耸耸肩，一副摆烂的模样，反正没发生的事情他不认。本王这些时日听了不少关于国师大人的传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不知国师大人能否展示一二？小王爷主动出击，直接将手伸了出来，摊在桌面上。以前就有大师给本王批命，说本王姻缘不好，命中注定无妻无子，可是真的？方若堂愣了一下，目光直直地看着面前骨节分明的大手。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摸上去啊？快冲啊！你在犹豫什么呀？冲冲冲！方若堂眼睛眨了眨，将小手放到小王爷的大掌上，想了想，又觉得不对，捧着他的双手摸了摸。小王爷的手好好摸哟。小姑娘直白地摸着小王爷的大手，一根一根，最终过分地将自己的手指插到对方的手指中间，紧接着一握。小王爷内心一颤，轻咳提醒。太子在一旁目睹全场，黑沉下脸，不高兴地出手挑开两人相贴合的掌心。方若堂倒是一点旁的心思都没有。我不仅牵了小王爷的手，还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摸了一遍，怎么都不止10个积分吧。直说吧，你想要什么？给我你说的红薯吧，不许拒绝，不然以后我就不做任务了。哎呀，你就牵一下小王爷的手，你就想要红薯，你这也太……我不管，我就要，大不了以后我睡了他们其中一个，我不找你兑奖励了，你先提钱给我。你不是应该先顾着自己吗？红薯什么的可以晚一点儿。天道计划失败，虽然不是我的原因，但在你看到的未来里，太子等人为争夺我不顾民生，致使灾难加剧，百姓苦不堪言。我不想做祸国殃民的女子。好吧，那你多给一点，这样才能大规模培育，然后在天灾来临前下发到各个县里，普通百姓也能有条活路。好。小镜子回答的声音有气无力，特别人性化。太子和小王爷都听出来了，但方若堂说的话带给他们的震撼更多。看出什么了吗？告诉他不怕，虽然他娶不到你，但你可以给他生10个8个的。我这里有生死丹、生女丹、多胎丸、保胎丸，各种各样的应有尽有。你当我是猪啊？我才不生。再说了，我有心疾，生不了。你的心疾都治好了，哪里还会有影响啊？你现在的身体啊，也就比曹月迪还有皇上这2位用了洗髓丹的人差。太子和小王爷看起来是比你高大健壮，但是身体内部那都没有你健康。况且我可以给你提供无痛生子丹，
让你生孩子就像拉屎一样简单。打住，你好恶心啊！哎呀，我这是给你建议。这样吧，只要你生个孩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方若堂偏开脸不上当，现在不生，他想要什么，小镜子不也给他？只要多飞些唇舌，央求几句便行。看向仍然在等待答复的小王爷，方若堂有点词穷。菜来啦！正好这会儿小二来上菜，他立刻含糊了一句：就都挺好的。小王爷眉眼藏不住笑，有点无奈。用膳时，方若堂和小镜子讨论了2句，最终方若堂决定直白地说出红薯的事情，所以吃完午时也没有耽误，三人直奔皇宫。挑了片空旷的地方，方若堂就直接将红薯放了出来。这大变活物的戏法，使得看惯大场面的太子和小王爷都是一愣一愣又一愣。红薯给了太子，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归他管了，急忙离宫要去威远侯府。太子走不开，只能咬牙警告地看向了跟上去的小王爷，示意他不要乱来。这就忽视了，你聪明，我也不傻呀。小王爷低笑自语，既然已经知道方若堂的心声都是对的，别管现在有没有爱上，总归先将人扒拉到自己碗里是没有错的。去威远侯府的路上，小王爷听到一路叽叽喳喳的吵声，竟然觉得菜鸡互啄挺好玩的。哎，小王爷一直看着你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啊？这么快的吗？当然啦，这是刻在灵魂里的喜欢。到了威远侯府，小王爷率先一步跳下马车，站在旁边朝方若堂伸手。方若堂手刚搭上去，就被小王爷轻轻一拉，整个人倒在了他的怀里。他在勾引你。小王爷潇洒的笑容有些僵。他抱我了，我能不能拿积分？不可以哟，你这段时间都不能换东西了。换红薯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笔积分的。你这段时间乖一点，多做任务吧，把欠的积分都还上，就可以又换东西了。哦，方若堂抿了抿嘴，又拍了拍小王爷的肩膀，示意他将他放下来。都没有东西换了，才不做任务。小六，大姐姐。方若堂高兴的一蹦一跳的过去。新目标出现，有新目标出现。方若堂蹦起的身子差点栽了下去。是荣世子，荣世子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走来了。一向如高岭之花的荣世子有点畏惧向前的样子，站在了离他们10多步的前方停了下来。冲啊！抱上去，快抱上去！你有病啊！荣世子是我未来姐夫，姐夫！你知道什么叫姐夫吗？就是我姐姐的男人，我姐姐的男人。哎呀，不怕，你冲上去就是你的男人了！抢过来，都抢过来！抢你妹的抢！你这么凶干什么呀？不过就是一个男人嘛。你如果说喜欢的话，你大姐姐肯定是会让给你的。据我了解，你这个隔房堂姐是真的疼你。你休想！我不可能做对不起我大姐姐的事情。哎呀，你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你才坏呢！你让我去勾引未来大姐夫，坏了我的名声，你让我家里其他姐妹怎么办？哎呀，在乎那么多，你就直接问问你大姐姐，就说你要了她的未婚夫，她同不同意吧？方若堂一口气呼不上来，脸色涨得通红，完全就是被气的。方盛堂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他目前尚不知小六身体已经康复，立刻扶住了他。又不舒服了吗？药呢？赶紧先吃一颗。方若堂摇摇头，你看看，大姐姐对我这么好，你竟然让我背刺她，你没心的吗？一颗驻颜丹，让你大姐姐永葆青春，你问问她同不同意？肤浅，我大姐姐才不会答应。方盛堂目光闪了闪，复杂的看着为他据理力争的小六。其实那有些事情嘛，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啊。再加一颗洗髓丹。方盛堂眼睛眨了眨，望向荣世子，像是在无声的诉说。对不起了，未婚夫，只怪小六给的太多了。方盛堂轻咳了一声，正要出声，就见一个穿了一身嫩黄长裙的小姑娘凑了上来。国师大人，你觉得我未婚夫怎么样？挺好的，我把他让给你吧。小姑娘面露期待，算盘珠子都崩到在场各位的脸上了，明显是想用这门亲事换一颗驻颜丹和洗髓丹。他这一闹，在场有未婚夫的姑娘家都有些蠢蠢欲动。毕竟比起没有什么感情的未婚夫，当然是驻颜丹和洗髓丹更重要喽。试问有哪个姑娘不想青春永驻，容颜不衰啊？方若堂不解地歪了歪头，让给我，他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不过不管是为什么，都拒绝吧。
既然没小王爷好看，又没有太子有权势，那要来何用啊？方若堂心里认同，我不要。小姑娘有些挫败失望，样样的回了未婚夫身边。你真是没用，都入不了国师的眼。该未婚夫本就羞恼的表情，这下直接气成了红番茄，恨不得原地表演一个爆炸。其实啊，你大姐姐的姻缘不在荣世子身上，在她的马夫身上。小镜子突然语出惊人，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方家马车旁的马夫，这一看都被吓了一跳。车夫身量高大，容颜过剩，身上没有丁点下人该有的卑微。小镜子，你敢羞辱我大姐姐？方若堂这下是真的恼了。啊，我可没有羞辱你大姐姐。你大姐姐如果真能把握住这个马夫，那就是鸡犬升天的大喜事。别人飞升要经过数次雷劫，一个不好就是生死道消的。他只要拿捏住这个马夫就行了。这个马夫是这一方世界里除了你和太子6人之外最尊贵的一个了。他原是天上的仙君，此番来此界是为了立情节，情节你懂吗？就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做的一切是为了天道进化成功，打通此方与修仙界的通道。到时候你们这一方世界的人就能前往修仙界寻求大道，而修仙界的人呢也是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道，他们寻求飞升，去哪儿呢？对了，就是去马夫所在的那一方世界。也就是说，你大姐姐只要能够拿下这个马夫，等到马夫回归仙界之后，再把你大姐姐带上去，你大姐姐就是一步登天了。你是强大呀，可是你的位面更高于这个马夫，修仙界对于你来说太低等了，那里的人根本就触摸不到你这个阶层的，更加无法得知你的存在。但是马夫就不同了呀，修仙界的老怪物都有几率知道他，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以后你们方家可以借着你大姐姐的光，在修仙界横着走，可以开山立派，你知道吗？小镜子一席话下来，砸得方若堂晕晕乎乎的，就觉得好像吃了一个大饼，挺饱的。不过这事儿你别告诉你大姐姐，更别告诉其他人啊。马夫毕竟是仙人，此番历劫我们最好是不插手。当然了，即使你插手了，他回归仙界了，也拿你没办法。但是呢，能不插手还是不插手的好，切记不可让人知道他的身份，不然的话，我怕你姐姐未来会有数不清的情敌。什么叫我姐姐会有很多情敌？贞洁是男子最好的嫁妆，她如果连这点难得都没有，就配不上我姐姐。方盛堂收回打量马夫的眼神，目光探究的看着自家小六，这惊人的言论好疯啊！那不至于，马夫的情节在你大姐姐的身上，你大姐姐每次下马踩他的后背，都能把他给踩爽了，他怎么可能看上其他的女人呢？在场众人接连响起了一片诡异的咳嗽声。方盛堂面色羞红，突然抬手捏住方若堂的双颊，气恼地说：赶紧进去吧。哎呀，妖精大小姐 vs 低贱疯马夫，你就说这个设定他带不带感吧。你懂那种打男人一个耳光能把男人打高潮的感觉吗？就是说这么疯批的设定你爱不爱看吧？这不比你看的那个什么男 A 女欧带劲吗？他们之间的拉扯可是比吕胜男和陈玉更让人脸红啊！你别说了，等我回家问问大姐姐，这关系到大姐姐的幸福，该由她自己做决定。方若堂觉得小镜子说的这事儿挺好的，毕竟一时的情情爱爱哪有脱离凡胎再也不用受轮回之苦重要。方若堂还在想方盛堂的事情，其他偷听他心声的人却将注意力转移了。吕姑娘和陈世子怎么回事？他们发生了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今日的宴会目的大家都知道，这会儿又看向早就站在大门口看了许久热闹的吕胜男。吕胜男不动声色地直奔方若堂面前。等你许久了，怎么站在门口啊？赶紧进来吧，府上准备了许多的糕点，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有喜欢的就跟我说，等到下次你再来我府上玩时就做给你吃。这就是陈世子吗？哇塞，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呀，你以为陈世子坐着轮椅都要出席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两家的情谊吗？不是爱，是因为爱呀！哇，她好爱呀，我好喜欢。方若堂双手捧脸，又是沉浸在他人爱情里的一天。
我都不敢想象，吕姐姐把陈世子压在床上这样那样的时候，吕姐姐会有多快乐。轰！陈玉脸色爆红，她羞愤地看向方若棠，并不知道这个姑娘，不知道她是哪家小姐，为何会知道她藏在心里最深处的秘密，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反而窒息得快要死掉了。不要想着当她的面说她的心里话就好了，慢慢呼吸。陈玉下意识照做。再次活下来的陈玉朝人看去，吕生南眉眼带笑，他们对视了，眼神拉丝了，妈耶！我爱看，好看，再多来一点，4舍5入，我宣布，他们已经洞房了。4舍5入是这么用的？我不管，就要。你看吕姐姐看陈世子的眼神，像不像狗盯着肉骨头，很有占有欲。吕生南目光微凝，朝方若棠看去，不会比喻可以不要比喻的。吕小将军，叫我年年。年年，你叫的真好听。哎，我们要不要避一避啊？万一吕姐姐控制不住兽性大发，想直接将陈世子吞入腹中，我们在这儿围观，是不是不太好啊？吕胜男哭笑不得，对跟在他身后的丫鬟吩咐：“你带陈世子去花亭休息，我一会儿过去。”看不到有情人拉扯之后，方若棠倒是想起了裴元丹。吕姐姐，你觉得陈世子怎么样？好看。我是国师，会看相，你知道的吧？你和陈世子是天定的姻缘，你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你们若是错过了彼此，这一世会孤独终老的。这是裴元丹，我送给你，能治百病，你留着防身。啊，你不是说送给吕小将军和陈世子大婚的礼物吗？是啊，如果吕姐姐喜欢陈世子，她自然会送给陈世子的。但如果不喜欢的话，我也不能因为我喜欢看他们在一起，就用颗培元丹逼他们在一起啊。其实啊，他们真的很般配的。陈世子呢，虽然是身体不好，但是很优秀啊。或许是因为喜欢吕小将军，他看了许多的兵书。如果两个人真的成婚了，以后夫唱妇随，以陈世子的聪明才智做个军师，那是绰绰有余，手到擒来。我也觉得，不过我觉得他们会在一起的。刚才吕姐姐看陈世子的眼神，很像大姐姐平时看到锦衣华服时势在必得的眼神。每次只要大姐姐露出这种眼神，她要的东西就没失过手。方盛堂正在看戏，当即脸色一僵，有点尴尬。小六，过来，吕小将军今日是主家，想来会很忙的，你送完礼物就别妨碍人家了。好啊，吕姐姐，你去忙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方若棠看到吕胜男溜了，猜想他肯定是要去找陈世子谈情说爱，他想跟上去偷听。方盛堂一把按住了方若棠，压下了他蠢蠢欲动的心思。看不了别人谈情说爱，你就自己上吧。小王爷和荣世子都在，你挑一个呗。咦，方若棠热衷于吃瓜，早就忘了这么两个人。小王爷倒好，荣世子他却是连正眼都没来得及瞧上一眼。是在找我吗？小王爷再次主动送货上门，一坐一站的原因，微微弯腰，笑盈盈地盯着方若棠。没有，不找你。小若若，我一直跟在你身边，你却看都不看我一眼，你太让我失望了。小王爷的喜欢好油腻啊，而且他对我的态度让我不舒服。他是不是想要我给的仙丹才会这样？他也有病吗？还是有亲人生病了？没有。哦，不是喂药吗？但感觉他不真诚。为什么？他和太子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能感觉得出来，他们不一样。细论起来，方若棠也说不清楚。小镜子不会了，在他看来，他们6个都一样。小王爷说笑了，我们家小六以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前几日才开始出府走动，望小王爷慎言。小王爷没管方盛堂的话，若有所思地看着方若棠，想不明白他和太子有什么不一样。他和太子自幼一起长大，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他不敢说对太子十足了解，但也了解1、2。他敢肯定太子不是那么容易动情的人，怎么太子行他就不行？就在这时，安郡王缓缓而来。哦豁，安郡王来了。听闻国师大人手里有能让人百病全消的仙药，家母早年征战，
身上有此救急，不知国师大人可否赐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只要我能办到，希望国师大人成全。喂，他在暗示你啊！他想要卖身求药，答应他，快答应他！你闭嘴吧，你个小不正经！哎呀，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会听不出来吧？安郡王这么风光霁月的一个人，才不会像你说的这样，你不许败坏他。他一个为爱能够当你外室的人，风光霁月什么呀？你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呀！方盛堂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惊恐的看向安郡王。真的假的？这么刺激的吗？我妹妹这么厉害？大姐姐，你小心一点，慢慢吃，我不和你抢。方盛堂微僵，擦了擦嘴角，端庄的坐直。他觉得这会儿不适合吃东西，太刺激了。见姐姐没事了，方若堂才将注意力挪在面前，还在等他答复的安郡王。我现在手里没药，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想办法拿到仙丹救长公主的，因为她是长公主，一个为国为民能舍下荣华富贵前往边关的长公主，她值得，对不对？你想要干什么？给我培元丹。我说了，现在没有积分了，不行，你要做任务。我要培元丹。你做任务。培元丹。一人一境吵了起来，安郡王恨不得直接出声，他可以配合做任务。据他所知，太子都已经屈服，而且只是简单的拉手，并不是不可以。但方若堂根本不给机会，自顾自的和小镜子吵得不可开交。好，我做任务，我去拉安郡王的手，你给我培元丹。拉手也太简单了吧，而且就拉手，和太子拉手不算，我都没拉过安郡王的手，你不同意，我就以后都不做任务了。行吧。哎呀，我真的是太难了。方若堂抬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安郡王看了2眼，突然起身，左脚踩右脚，朝着安郡王扑去。安郡王一直盯着方若堂的一举一动，所以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他的目的，也因此在小王爷想横插一脚时被他立刻挡下，抱着方若堂直接躲开了。小王爷一声冷笑，明明第一次见方小六时一个个都跟躲瘟疫一样，现在倒好，一个个上赶着他帮忙完成任务还都不让。方若堂紧紧地抱着安郡王的腰，人刚站稳就在安郡王的翘臀上拍了一下，紧接着又一把握住了他的一双手，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安郡王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只觉得臀上被方若堂轻拍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烫。好了，给药。我刚抱了安郡王，还拍了他的屁屁，又牵了他的手，所以你除了给我培元丹，还要抵扣我欠的积分，明白吗？你这么快？不算，你重新来。你又没说时间，快给药，给药，不许耍赖，不然以后我不和你说话了。小镜子一整个被拿捏住了，他委委屈屈地掏出药，给你，让长公主服下，她的病就会好了。看了一眼手中的培元丹，又看向吃惊望着他没有立刻接药的安郡王。是想要我给皇上的那种洗髓丹吗？你能给我洗髓丹吗？当然不行，我暂时没有。这样吧，我以后如果有的话，我再送给长公主。你先让长公主服下培元丹，还有回春丹。你哪儿来的回春丹啊？你给我呀，快点啊！我大话都说出去了，不能让话落在地上。小镜子气急，但又纵容。改！记得告诉他，别2颗药同时用，浪费了。回春丹能够让人百病全消，延寿20年，容貌一夜之间回到青年时期。安郡王在这一刻看向方若堂的目光变了。多谢国师大人赐药，不知国师大人何时有空，可否到府中一聚？自上次见面，家母时常念叨你。好呀，我也喜欢长公主，正好过2天等她康复了就去看她。好，我与家母在府中静候国师大人。为什么看着安郡王这样笑，这样说话，我心里怪怪的？怎么怪了？就有点怕看他的眼睛。少女，你陷入爱河了呀？真的吗？方若堂懵懂地看着安郡王，安郡王笑容更温柔。小王爷在旁边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感情各位都行，就他不行是吧？他不服，他以后可是会为了方若堂造反的男人。小王爷的动静引得方若堂朝他看去，但他看了一眼就挪开了目光，将本就不高兴的小王爷气得牙痒痒。国师大人，我们去花园走走吧。等等，我问问，
方若堂光明正大的问小镜子：“给不给姬芳？”“哎，给，赶紧去培养感情，要给多多的。”安郡王带走方若堂，小王爷不甘心的跟着两人，并且极其没有眼色的抢夺方若堂的注意力。“你喜欢吃糕点吗？我知道有家茶楼的糕点茶水很好吃，明天我带你去吃。”“有积分吗？”“有。”“好。”“我知道有不少好吃的，找时间我都带你去吃。”“行。”“国师大人。”“你就叫我方小六吧，叫国师大人有点奇怪。”“好，你也可以叫我的名字崔时旭，顾南城，我的名字。”小王爷连忙接话：“您毕竟是小王爷，直呼您的名讳多有不妥。”“叫他就行，叫我就不行。”“我先问问大姐姐。”“一个名字而已，有何不妥？行，不叫名字也行。我年长你一些，你应该叫我什么？”“小叔叔。”毕竟小王爷年纪虽然轻，但辈分大呀。安郡王嘴角溢出了轻笑：“对，不过不用叫小叔叔，你随我称他一声小舅舅吧。”“小舅舅。”关系理顺了的方若堂天都塌了。“小镜子，你好可怕，他们的关系好复杂，这么乱，你却让我同时和他们生出感情。”小王爷和安郡王事先都没有想到这一茬，方若堂整个人如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跟着两人漫无目的的逛花园。突然听到了三姐姐的声音：“仙药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需时间回府问问小六。”“你是他亲姐姐，你开口了，他还能不给你？你该不会是不想吧？有你这么当儿媳的吗？信不信我跟金燕说，让他休了你？”“我就不给你！先前逼我姐姐去冲洗，现在又威胁要休了她。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和离，我肯定能找个比谢金燕更好的男人送给三姐姐。”方若堂的心声突兀的响起：“哼，好你个小丫头啊，一点礼数都不懂，也不知道亲家是怎么教的人。大女儿不是婆母，小女儿又粗鲁无状。婆母！”方树堂高喝一声，脸色阴了下来。“来人！”小王爷一改玩世不恭的模样，出声的同时，突然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跳出来两个人。“给本王教教谢太太，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方树堂阴沉的脸色微微顿了一下，但看向自家气呼呼的小六，脚步挪了一下，并没有出声阻拦。小王爷命人打脸谢太太，何尝不是打了谢家的脸？按说他身为谢家的心腹应该阻止，但谢太太这般看不起他，看不起他的娘家，他实在不想管。算了，别打了。这次有方六小姐求情，本王就饶了你一回，再有下次便不是本王动手了，明白了吗？赶紧滚！不许欺负我姐姐，你再敢欺负我姐姐，我就让皇上打你的板子。皇上拿了我的洗水单，我让他打谢太太板子，他应该不会拒绝。好你个！谢太太听到方若腾的心声，下意识的就要骂人。安郡王脚尖微动，一个石子直接打到他的嘴上，瞬间嘴巴立刻肿了起来，随即一口血伴随着2颗碎掉的门牙吐了出来。还不赶紧堵上嘴，将人丢出去，告诉谢家，想讨公道就来公主府找我。本王打的人，凭什么让你抢功劳？告诉谢家，有意见就来王府找本王，本王一定好好招待。谢太太被堵上嘴，叫都叫不出声。方若堂突然抱住方淑堂，嚎啕大哭：“姐姐，原来你嫁人后过得这么惨，你跟我回家，你跟我回家。”方淑堂其实并不觉得在谢家过得惨，毕竟谢太太在谢家并没有任何话语权，但被方若堂这样一嚎，她也觉得有点惨了，决定今日不回谢家了，跟着大姐姐回家。多谢小王爷、安郡王，谢谢你们及时维护我家小六，让2位见笑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别哭了，再哭眼睛就该肿了。是啊，一会儿我回去就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亲自下旨去训斥谢家。只是他没有想到，方若堂这里刚出事，保护他的暗卫这会儿就有人往宫里赶。皇上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召了谢家父子进宫听训。太子得了消息，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亲自来威远侯府接人。你没事吧？姑在宫中听闻你在威远侯府受了欺负，就立刻赶了过来。谢太太欺负我了。方若堂小嘴一瘪，委屈告状，让小王爷和安郡王侧目的同时，心里都有些不舒服。他们2人当时在场，虽然帮着直接出了气，可是方若堂却没有对他们说一句委屈。这会儿太子一来就说了，怎么太子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一样？姑帮你教训他，一会儿姑就跟母后去说，召他入宫听训。太子怕方若堂不懂，还解释了他是男子，不好直言去教训一个臣妇。可以不让他住在谢家吗？
他在谢家会欺负我姐姐。小六，这事让姐姐自己解决好吗？好吧，不过他再欺负你，你要跟我说。我现在和太子关系很好，他可以帮我们做主。方树堂看了一眼太子，轻哄了方若堂2句，才让他不再执着将谢太太赶出谢家。等到第2天上早朝时，听着大臣们讨论着他不懂的政事，偷偷的打着哈欠。想混，哎呀，别混了，我带你去看点好东西。什么？男女之间最原始的快乐。啊！哇！玉贵人胆子这么大，竟然敢给皇上戴绿帽子。赤色鸳鸯肚兜真的还挂在那个狂徒的头上吗？两人竟敢在皇上后宫如此张狂行事，请问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呀？哎呦，真的，现在赶过去还能看到呢。不行，我得去看一眼。我现在装肚子疼，会不会御前失仪啊？不管了，我要去看看。方若堂不怕死的起身，初听有人淫乱后宫，太子怔愣了一下，但很快便收敛了情绪。国师大人。啊！突然被叫，声音还不小，方若堂吓了一跳。听闻国师大人会看相。是啊，在3月之前，玉贵人被诊出怀有龙嗣那天，天降异象，有传言说她这胎是紫微星下凡，不知国师可否为其相看一二？我看相可准了，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去看看。方若堂迫不及待的举动刺痛了皇上，太子自在的邀请方若堂入了后宫，皇上哼哼2声跟了上去。一群又菜又爱玩的大臣犹豫了一下，陡如筛糠的跟了上去。在小镜子的指引下，方若堂直接找到了玉贵人的宫殿，门口静悄悄的，一个看守的宫人也没有。一行人走近了，才在内门看到了一个看守的宫女。宫女一见来人，面色煞白，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刚要张嘴，就被太子一个眼神扫去，整个人就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鸡一样，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方若堂在小镜子的怂恿下，就像一条泥鳅一样要往内殿里钻。方丞相忍不住了：你干嘛？你要干嘛？我去看看，里面有奇怪的声音。父皇，咦，皇徒竟然是皇子啊！我没说吗？是3皇子呀！自己小娘都不放过，3皇子玩的真花。方若堂虽然被方丞相抓住了，入不了内寝，但脖子伸得老长。你别像过年的猪一样难按。祖父，你不疼我了吗？怎么能把他比喻成猪呢？疼不了一点。方丞相没好气的命令：老实站好了，否则回府有你好看的。方若堂嘟了嘟嘴，老实下来，又觉得看戏却没有看到戏中主角，有点扫兴，哼哼的甩开方丞相，一溜烟的跑到太子身后。我们不进去吗？想去看吗？可以吗？软软的乞求，太子哪里能拒绝得了，便带着方若堂入了内室。把他带进来做什么？自然是要去看一下他腹中这一胎。方若堂还真以为太子是要问紫微星的事情，和小镜子叽叽咕咕了2句，就知道了结果。不是哦，玉贵人肚子里怀的是3皇子的孩子。皇上饶命啊！拖下去。皇上懒得多看一眼，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想想如何找国师大人骗的修仙入门功法。他觉得绑定方若堂的小镜子肯定拿得出来。父皇，是他归隐我的。父皇！玉贵人震惊侧目，瞬间心如死灰的模样。他低低的俯身跪着：妾身不知廉耻，祸乱后宫，不敢奢望陛下饶妾一命，只求陛下放过妾身的家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来人，赐毒酒。父皇，儿臣知错了，求父皇饶了儿臣，儿臣再也不敢了。父皇，求求你饶了儿臣这一次。将3皇子押入天牢，听候发落。很快，一个公公便端了毒酒过来。方若堂脸色白了白：我是不是害死他了？我不来看，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啊？不会哦，跟你没有关系。在原本的世界线里，他和3皇子的奸情也被发现了，跟你没有关系，是他自己蠢。都入了宫当了妃嫔了，竟然还信3皇子的鬼话，追求什么情啊爱呀的，简直就是有大病。这种女人死了也是活该，她死了是轻松啊，连累的却是他们全家。可是，哎呀，别想太多了。玉贵人敢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是一个看重亲情的人。现在要死了，再来假惺惺的求皇上放过他的家人，有屁用啊！
我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刚才只觉得这种事情没见过，一心想来见世面，没有想到后果。这会儿眼看着皇上要毒杀玉贵人，他才惊觉揭开这事儿会要了对方一条命，还不赶紧带国师离开？这种龌龊热闹也来凑？我们先走。太子犹豫地轻拉了一下方若堂的衣袖，方若堂跟着太子走了2步，然后看向跪在地上的玉贵人。皇上，是三皇子主动诱惑玉贵人，并不是玉贵人勾引了三皇子。方若堂脚步一顿，觉得应该把这个说清楚。行，朕会放过他的家人。皇上不耐烦地挥手，被戴了绿帽子，没有想象中的愤怒，自然也不用杀人来平天子怒火，只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玉贵人一家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下次你要提醒我不看热闹了啊！你看热闹没错啊，做错事情的是他们。理是这么个理，就是亲手揭开，有种亲手推他们去死的错觉，有点不舒服。哎呀，你太善良了。这个三皇子和玉贵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在原本的世界线里，皇后最先察觉到不对劲儿，但是被这2个人下毒害死了。后来皇上震怒，彻查后宫，这才把事情翻出来的。玉贵人被凌迟，她娘家满门抄斩，就连三皇子都被斩了。贵妃也因为此事被打入了冷宫，母族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呢。健康帝虽然不是一个专情的人，但皇后在他的心里是不同的，否则的话，太子的地位也不会这么稳固。三皇子祸乱后宫，不忠不孝，欲行犯上作乱之事，来人将其捐进皇陵，贬为庶人，终身不得踏出半步。贵妃教子无方，即刻搬离景仁宫，降为贵人。三皇子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为什么要动皇上的女人？为了皇位呗，毕竟新入宫的一批里，就玉贵人一人得了宠，而且玉贵人娘家父兄得力，入宫前三皇子就和他见过几次，本就有意纳他入后院的。有病，想要皇位就堂堂正正的去争啊！只要他比太子更加优秀，更有望成为一代明君，皇上会选择他，朝臣也会选择他。利用一个女人算什么事儿？方若堂觉得有点恶心。别管这事了，此事自有父皇定夺。姑陪你去参加李家的聚会。算了，不去了。是啊，今天李家有出真假千金的大戏，这热闹你错过了，那会后悔的。真假千金？女眷都在后院生产，孩子还能被人调包？怎么不行啊？当爹的亲自把孩子换了呢，好大的一出戏呢！现在戏台都搭上了，你确定你不去看看？方若堂自小身体不好，一直长于后院，现在身体好了，心思便也就野了，贪吃爱玩，好凑热闹，这些小毛病藏都藏不住。还是去吧。方若堂没有点负担的改口。李家今天有出真假千金的大戏上演，你要去看吗？我掐指一算，会很热闹。我陪你去。太子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如果方若堂能在心里再嘀咕几个贪官，让他把人揪出来丰盈国库，他会更喜欢这种。今天是李家大小姐12岁生辰宴，太子殿下，国师大人。李夫人满脸笑容的迎了上来。李世运呢？李夫人惊喜的看了方若堂一眼，暗自有些得意，不愧是她的女儿，能得国师大人看重。再见她的亲娘。李夫人面色一顿，难掩惊讶地看向方若堂，去请大小姐出来见客。李夫人突然对旁边的嬷嬷吩咐：李夫人怎么突然叫她女儿来见客了？难道是因为太子殿下来人，她想搭上太子殿下？也是，太子殿下原本不可能出现在李府的，这么好的机会，试问谁不能搏一搏呀？太子有点好看。方若堂听信了小镜子的话，侧目盯着太子研究了一下，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有姑娘想要嫁给太子也正常。哎呀，你想什么呢？比起太子的权势，他的颜值不值一提，好吗？方若堂撇撇嘴，不认同，好看就是很重要。夫人，我们大小姐请您过去一趟。刚跟在李夫人身旁的嬷嬷去大小姐院子时，遇上来请人的丫鬟，这会儿便又一起过来了。李诗韵请李夫人过去，是为了告诉李夫人她的亲生女儿被调包了的事情。哇，她好正直啊！方若堂惊奇，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他她不是方家的孩子，他只怕没有办法立刻做出选择。这么好的人家，他舍不得。是啊，他三观很正的，被李夫人教养得很好，而且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就是命不太好。
出自外室的肚皮，出生就是原罪。方若堂嗯了2声，有点认同。他是婚生子，自然不可能喜欢外室。李夫人心里沉了一下又一下，眼眶都急红了，匆匆往女儿院子赶。见方若堂和太子跟着，他也没有拒绝，因为他也想知道更多。太子和方若堂的出现本来就万众瞩目，出场还爆了这么大一个瓜，这会儿大家都悄摸地跟了上去。李世玉面色苍白，慌乱地站在小院门口，翘首以盼。看到李夫人，立刻泪染眼睫的上前喊了一声：“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李世玉贪恋地看了李夫人好几眼，准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的时候，看到了一群人，他到嘴的话又咽了下去。虽然不解娘为什么会带这么多人来他的小院，但这会儿心事重重的，也没有问他是不是要自爆了。对，李家真假千金一事是他自己揭穿的。其实啊，他不说的话，他未来的日子会很顺遂的。小镜子一个气灵都同情这个小姑娘，不怕，有什么事啊都可以和娘说。李世运偷看了方若堂一眼，一咬牙便把事情说了。娘，刚才爹带了一个妇人来我院里，说她才是我的亲娘，我不是娘的亲生女儿，我不是娘的亲生女儿。在我出生的时候，爹就把我和您的亲生女儿给换了。李夫人身子一晃，脸上血色全失。方若堂的话让他有了猜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当中还有老爷的手笔，亲手换了他的女儿。为什么李世运不是他的女儿，又是谁的女儿？我是爹外室的女儿。李世运好像知道李夫人现在想问什么，自顾自地说开：那个外室是爹的表妹。表妹？李夫人蹙了蹙眉，想起了有这么一个人，哑声问：寡居的那位？是，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李夫人晃了晃，身子软了下去。好在李世运和旁边的嬷嬷及时搀扶住她，才没让她跌坐在地上。这个李小姐真猛，就这样说了出来。是的，可惜啊，下场不好。她把事情挑开了，虽然李夫人找回来了亲生女儿，不用再受骗，但是她白眼狼的名声也传开了。为何？一个能够大义灭亲、告发自己父母的人，又有多少人不怕呢？更何况他是既得利者，他这是踩着亲娘向养母示好啊！李世运神情晃了晃，他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不想娘被骗了。娘就他这一个女儿，爹和娘亲想借着他的手夺得娘全部的嫁妆，他心疼娘，才揭穿此事。放屁吧！李夫人如珠如宝的把他养到12岁，他不告诉李夫人才是白眼狼吧？你说李世运的下场不好，该不会是李夫人蠢的为此迁怒于他吧？哦，这倒没有。李夫人对这事儿心里虽然是有疙瘩，但是对李世运还是不错的。只是认回来的亲女儿她也疼啊，而亲生女儿又早就被外室洗了脑了。李世运又是一个善良的性格，自认占了那位真千金的位置，对他是处处礼让，再加上亲生爹娘因此恨上了他，他的日子便难过起来了呗。李夫人是当家主母，只要她看中李世运，她的日子应该不难过呀。哎呀，你们方家没这些乌烟瘴气的事儿，你不懂。这事儿闹开了，李大人是不是要把外室和孩子接回来住啊？是。那一个后院里，主母能不能立住脚跟，也要看男人给不给她体面。更何况李夫人没有儿子，李大人又是摆明了要宠妾灭妻，丫鬟下人自然是会看眼色行事。一家之主不喜欢李世运，李世运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过呢？元世界县里，李夫人接下来的日子自顾不暇，李世运不想为她的事情再添麻烦，只想着以后出嫁了就好了。可惜啊，她出嫁前李夫人就没了，而厌恶她的亲生爹娘能给她找什么好人家呀？哇，这也太惨了吧！我们能不能帮帮她？我觉得她很好，是世人想错了，她并不是什么白眼狼，她明明就是一个知道感恩、懂得回报的好孩子。李夫人到底是一家主母，除了最开始的慌乱，这会儿已经稳住了情绪，反过来拍了拍李世运的手，无声的安抚，同时在心里发狠的想，这么一个乖巧的女儿，不是她亲生的，是外室所生的又如何？记在她的名下就是她的，她会好好的照顾着这个女儿，不会让悲惨发生的。改变她悲惨的命运很简单啊，她心善正直又知书达理，只要未来嫁的夫郎是个正常人，她的日子就不会差。方若堂默默地琢磨了一下小镜子的话，嫁人？为什么要嫁人？嫁人？
为什么要嫁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对方的身上，日子好赖全凭对方的喜好，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好的出路。方若棠咂巴着小嘴，或许是从小家里给她灌输的思想，她第一想法并不是嫁一个好男人。这又不是你的上一世，女子不嫁人也无妨，在这个世界不嫁人，家人都容不下她。你以为人人都是你们方家呢？方若棠眼睛一亮，对啊，可以来我们方家。不行。小镜子尚未接话，太子优先一步拒绝。方若棠懵懂的抬头，什么？收起你的想法，他的身份不配啊！当我的信徒对出身有这么高的要求吗？信徒？是啊，我都是国师大人了，收一2个人当信徒伺候我，应该不为过吧？太子没料到方若棠是在想这个，小镜子也没有想到，毕竟之前他问方若棠要不要收曹大姑娘的时候，他是一口拒绝了的。不过方若棠现在改变了想法，他也会支持。你拿这个让李时运试试。这是什么？测灵根的。方若棠听小镜子提过灵根的事情，了解的不详细，但隐约知道一点。小镜子，你对我真好，一直帮我。必须的，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的。李时运品性端正，如果有灵根的话，你可以收为己用，以后要带他去修仙大陆也可以的。小镜子的话让围观的众人一个个赤红了眼，嫉妒地看着李时运，他何德何能？但同时大家也更清楚地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仙缘就是方若棠的眼缘，只要方若棠喜欢的人附在她身上的灵物就会帮扶。李小姐，你能握一下这个吗？方若棠拿出测灵石递了过去，一主一仆都不是什么心思缜密的，也没有想过要解释这个测灵石是干什么的。好在李时运知道，颤抖地伸手捧住了测灵石，没一会儿，测灵石发出了一道蓝色的光芒。哟，竟然是水系丹灵根！你上次是不是说丹灵根很好？对啊，在修仙大陆，他这个灵根可以入大宗门做内门亲传弟子呢。你真厉害！李时运激动的红了脸，手足有点不受控制。这会儿哪里还记得他不堪的出身，就这么直直的看着方若棠傻笑。你可以直接收他做亲传大弟子，我再给你一些适合水灵根修炼的功法，等天道进化完成，2片大陆相连，你们这个凡人界有几个天才般的人物，也不至于成为魔物的屠宰场啊！哼，进化失败，这片大陆直接玩完；进化成功，又将成为低等人，受尽欺辱，左右都不是好事儿。世间法则本就如此，并不是只有你们这一方世界才会经历这些的。况且这方世界因为你的降生已经是占尽了红利了。不是我，是你。方若棠不觉得自身能帮什么忙，全赖小镜子拿出来的好东西。小镜子有点骄傲，他一个器灵什么时候被大人这么赞扬过？何况这还是主上的心上人。不想低人一等，我们就自己开宗立派，尽早寻些好苗子，把人培养起来。只是灵气没有复苏，这时候就开始修炼的话，需要大量的灵石摆阵。其实连接通道后，就近寻一方宗门庇护也挺好。所有凡人界都是这样的。不好，受人庇护就像附属国一样，而且凡人在修者眼里就跟蝼蚁一样，地位还不如附属国的子民。小镜子透露出来的东西多了以后，方若棠也跟着懂了许多。听小镜子的口气，他要办成这些事情很简单。方若棠都忍不住的自得，他的真身该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呀，随随便便就能创造一方小世界的存在。你要不要做我的弟子？方若棠拿过测灵石在手里摆弄，有点不解，他像小镜子说的那么厉害，怎么一点灵根都没有啊？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李时运不等方若棠说完，就极有眼色的跪下来，砰砰砰的用力磕了3个头。方若棠点点头，还大方的拿出了一个戒指递给李时运。你滴一滴血在这个戒指上面，里面有引气入体的功法以及一些灵石，你照着学，有不会的再来问我。方若棠面上淡定自若，一副很懂的模样。希望他不要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哎呀，不会问你的，毕竟是丹灵根，丹灵根就没有蠢的，都是修炼天才。他如果连入门功法都看不懂的话，你也不用再理他了。小镜子的话将飘上天的李时运一下子拽了下来，心里暗自决定自己一定要渗透这些，不能去打扰到国师大人。国师大人，我们家这姑娘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做事最细致体贴，今日得了您的照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不如就收在身边当个丫鬟使用吧。李时运笑容微顿，一脸局促。
你不是说李夫人并没有因为李世运的出身就薄待他吗？怎么这会儿要赶他出门了？我也不知道啊。小镜子毕竟是一个器灵，不懂人心。太子打眼一瞧，倒知道为什么。你不想要这个女儿了吗？她以后会很厉害的，而且比你亲生女儿孝顺多了。你亲生女儿已经被养歪了，很难再亲你了。甄千金本身是没有错的，从小被外室洗脑过甚，一颗心都在外室身上，回来以后对这个娘亲也不亲近。不，国师大人，我知道我这样说会给您添很多的麻烦，但是我没有办法了。您看重小女，又收她为弟子，还赠了她这么神奇的功法和戒指，我心里十分的感激你。但是小女年幼，恐护不住这些好东西啊，而我家里的情况实不相瞒啊，也不是那么好。她在家里只怕是会更难，所以我想求您能不能收下小女，让她在您身边做个端茶递水的小弟子。李世运是聪慧的，懂了母亲的心后，也不再惶恐，怕母亲赶他出门，乖巧地表示弟子一定尽心尽力地伺候师父，不给师父添麻烦。我收不收？让他伺候我是不是不好？有点欺负人吧？收呀，这有什么不好的？那弟子不都是这样侍候师父的吗？而且他跟在你的身边，你也能时常指点他呀。他如果觉得受辱，那就是脑子不好，毁了灵根赶出去就是了。李世运激动地摇头，恨不得开口直言。他不蠢，他知道好歹。说句心里话，如果有条件，他都想将人供起来。好吧，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啊，你也别太好说话啊。他们现在是无知，并不知道你是多么高不可攀的存在。在修仙界拜个仙尊，那是要挤破脑袋的事儿啊。方若堂确实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于小镜子说的那些，他很模糊。多谢国师大人，多谢国师大人。李夫人连声感谢，忐忑询问：一会儿我让诗诗直接跟着您走，晚些我再把她的东西送到您府上，可好？可以，你们娘俩说说体己话吧，我到外面坐坐，一会儿再走。好，多谢国师大人，我对诗诗交代几句就行了。麻烦您在外稍等片刻，很快的。李夫人对方若堂的态度称得上是谄媚了，决定收了他。是啊，她说要跟在我身边，做个端茶倒水的小丫鬟，我也不缺丫鬟，就让她以客人的身份暂住丞相府吧。方若堂声音不大，但耐不住竖起耳朵偷听的人很多。当他带着李世运回丞相府的时候，丞相府已经打发了几波主动上门要送家中女儿来方若堂面前侍候的人家。怎么这么多礼啊？方若堂站在大门口，看着大伯母崔氏带着丫鬟婆子在清点礼盒，有点惊奇。这些呀，都是给你的。给我的？这个蝶恋花纹的金步摇真好看。方若堂随手打开了面前的一个锦盒，第一样发簪就吸引了他的目光。方若堂拿在手里看了看，大姐姐戴上这个肯定很漂亮。崔氏无奈一笑，你大姐姐哪里缺这些东西啊？你就别惦记她了。而且这些东西啊，我清点好了，就要各家各府的退回去。为何？他们送礼来都是想要求你办事，收了这些东西啊，到时候叫你为难怎么办呢？方若堂明显不懂这中间的弯弯绕绕。有喜欢的便留下吧。太子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下面的人想孝敬，有看得上的就留下，那是给他们脸面。不过方若堂自然是听自家大伯母的话，立刻将发簪放了回去。我不喜欢这些，大伯母退了吧，反正我喜欢的大伯母都会给我买的。正好你三姐姐回来了，明天你们姐妹四人啊，多带些家丁去街上逛逛，看中什么便买回来。好呀，谢谢大伯母。就这时，长公主府的徽车缓缓而来，徽车旁边跟着坐在高头骏马上的安郡王。方若堂跟在崔氏旁边，探头看到安郡王用3辆马车拖了10几口大箱子过来的阵势，微微咂舌。你也是来给我送礼的吗？安郡王下了马车，方若堂便好奇地询问。安郡王看向门口还没来得及收拾好的礼盒，缓缓扬起唇，轻轻笑慨：是，我也是来给你送礼的。方若堂摊手：别送了，我大伯母说不能送。崔氏犹如吃了一口黄连的模样，这能一样吗？刚才来府里送女儿礼物的人是来向方若堂求药的，但安郡王是来感谢救命之恩的。不过即使如此，这个戏里也有些重了。不知情的人还以为长公主府是来下聘的。承蒙贵府6小姐
出手相助，救了家母性命。比起家母性命来说，这些礼品不值一提，还望方大夫人不要拒绝。今日家母本要一起过来，但临出门前府中来了客，这才没有来叨扰。下次家母一定亲自登门重谢，还望贵府不要见怪。安郡王言重了。崔氏刚开口，便听到方若堂的心声响起了：“你救了长公主一命，却是连安郡王的手都没有拉到。哎呀，亏了，赶紧上啊！”我救长公主又不是为了安郡王，我是真的钦佩长公主啊！我不管，你赶紧上去！你今天一定要亲到安郡王，否则的话，我以后就再也不给你带药了。刚才和崔氏正说话的安郡王突然不再接话，在方若堂目光无意识地盯着他唇时，更是轻轻地抿了一下嘴，紧接着又轻咽了一口，喉结便缓缓地滚了滚。太子见状，沉下眉眼，淡淡地哼了一声：“子期，父皇有意将新娘的事情交给你去办，你现在就入宫面圣，早一日种出新苗，百姓便早一日免受饥饿。”子期是你的字吗？方若堂一点没看出两个男人的交锋，凑上前一脸的好奇：“是，我姓崔，名时序，字子期，以后你可以叫我的字。”安郡王一顿，故意说：“我年长你几岁，你也可以叫我子期哥哥。你救了我的母亲，以后我会把你当妹妹一样疼爱。”叫子期哥哥好奇怪，我和他有这么亲密吗？方若堂心里在和小镜子吐槽，面上也没有掩饰。安郡王微微垂下了眉眼，身上莫名多了几分失落。是我唐突了小六姑娘，让你为难了。我只是想到你救了家母，便对你多了几分亲近，想与你交好罢了。也没有啦。方若堂这人吃软又吃硬，更何况这样金贵的一个郡王爷，突然像落水的大狗狗一样委屈地望着他。不叫的话，他好像挺可怜的样子。方若堂歪头盯着安郡王，然后他就因为他试探地叫了一声子期哥哥，便眉眼微扬，笑容再现。哇，这个称呼不错，我给你10积分。你早说呀，你早说给积分，我刚才犹豫的那一瞬都是对积分的不尊重。安郡王垂眼看着什么心事都写在脸上的小姑娘，眉眼里全是笑意。子期哥哥，六妹妹。方若堂又叫了一声，还献上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一个称呼罢了，为了积分不寒碜。人家没有哥哥吗？你就让人叫你哥哥。是我没有妹妹，那你记住，她是你妹妹。太子冷冷的没有什么表情的警告。哟，太子吃醋了，你哄哄他呀。有吗？方若堂终于注意到太子身上的低气压，想到太子和安郡王同岁，迟疑的叫了一声：“太子哥哥。”太子不轻不重的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了方若堂。我也叫了太子，你给10积分。不行，一个任务就1次积分，不然你会刷6次，每个人叫1次，你投机取巧。你什么档次啊？你看不起太子吗？凭什么安郡王有的，太子没有？你信不信我告诉太子，让他打爆你的狗头？我现在在你的识海里，打我就要先打你自己，自损1万伤敌800的事情就不要做啦。方若堂气鼓鼓的，旁若无人的和小镜子又吵了起来。还不走吗？一起吧，正好我也有些事情要与太子细说。太子没有拒绝。大伯母，我们进去吧。方若堂嬉笑的去挽崔氏的胳膊。我观太子和安郡王都待你不同，可是钟情于你啊。太子爱慕我，安郡王不知道，大约想玩救命之恩，以身相许的戏码吧。崔氏一噎，倒是自信。那你呢？对他们怎么想的？就长得挺好看的吧。方若堂明显一副缺少情根的模样，看得崔氏既担忧又高兴。他可不想这么乖的小棉袄被人拐走了。你大伯母什么意思啊？该不会是想让你挑一个嫁了吧？他怎么想的？小孩子才做选择呢，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2个都要，区2根而已啊。崔氏脸红羞臊，这个宝物简直口出狂言。我跟着仙人学了点本事，会看相看姻缘，伯母知道吧？怎么了？我偷偷告诉你，余生和大姐姐有缘。别看她这世的身份不显，但她是仙界下凡历情劫的上仙，本身十分尊贵。方若堂，你要干什么？你就这么水灵灵的把余生的身份告诉你大伯母了吗？我不是说了吗？不要插手仙人礼节啊！我没插手，我就说说而已。我的天哪，我的老天鹅呀！你告
告诉了你大伯母，你还不叫插手？我大伯母也不一定信啊。你最好是祈祷你大伯母不信，否则有可能还会害了你大姐姐呢。怎么说？你傻不傻呀？她一个上仙，历劫后魂归本体，能看不出来你们算计她吗？那样她这一世和你大姐姐感情再好，也不见得会去寻你大姐姐把她带上界呀。那我该怎么做？事关方盛堂的未来前程，方若堂紧张到不行，崔氏在旁大气不敢喘，怕妨碍到方若堂。这事儿你就相信我好吗？啊，我是来自上界的，又活了无数个年头，我闲的时候就喜欢看那些神仙妖魔的恩怨情仇。以前也不是没有上仙下凡历劫的时候，妖界或者是小仙寻了法宝下凡堵他们。这种情况之下，但凡是有点血性的都不会再留恋，回了上界不打回去，那都是顾念凡尘一世的情缘了。那现在怎么办？我话都说出去了，你有没有什么宝物可以洗去我大伯母的记忆啊？崔氏觉得大可不必，他可以假装自残，误伤脑袋，不用真的失去全部记忆。过往美好的回忆很多，他舍不得。罢了，说都说了，能怎么办呢？大伯母当然相信你的话了，只是我们本来就是凡人，活在这凡尘，还是要看世人的眼光，不是？更何况你大姐姐已有婚约，荣世子又是顶顶好的一个人。这倒也是。方若堂让小镜子私下扒过，荣世子并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嫁给他也能幸福自在。毕竟荣王府现在就有一个老王爷还健在，方盛堂嫁过去就能当家做主，头顶没有难缠的婆母，日子也不会差。好了，你大姐姐的事情让她自己去琢磨，可别累着我们的小若若了。这边大姐姐的事情刚刚放下，三姐姐的事情又来了，因为三姐夫谢金燕来接人了。方若堂仗着宠爱，就处在两人旁边，处在那儿不让他们说悄悄话也就罢了，还要在心里大声蛐蛐谢金燕。真的没有第二个历劫的仙人吗？没有啊，真可惜。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让三姐姐和离嫁给历劫的仙人，等这一世过完，也被带去上界。合着天底下的好事要被你一家占尽呗？不对，我三姐姐不能去上界，那她怎么办？她不是会老会死吗？我不要。方若堂心里也突然发出报鸣声，怎么了？怎么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好了，是不是担心姐姐过得不好？姐姐跟你保证会好好过日子的，好不好？方树堂偷换了概念，谢金燕捡起有点碎的小心心，立刻配合娘子保证。六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好好对你姐姐。如果哪里做的不对，你只管来打来骂，我听之任之。方若堂吸了两下鼻子，你都摆不平你娘，她一直欺负我姐姐，你都不管。谢金燕脸色微僵，沉默下来。别胡说，你姐夫只要在家里，就没有我受委屈的时候，父母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谢家除了婆母不好，其他人都待我极好，特别是夫君。谢金燕勉强地扯了扯嘴角，小姨子有句话说得对，她管不住她的母亲。你让我姐姐因你母亲受委屈的模样，真讨厌。方若堂，向你姐夫道歉。哼，我又没说错。方若堂腰板挺直，但眼神却偷偷地看向方书堂，见他脸色不好，又心疼又气愤，觉得姐姐不如以前疼他了。你别这么说啊，你姐姐姐夫感情挺好的，在原本的世界线里，天道进化失败，世界本源被其他小世界掠夺，除了有数之不尽的天灾人祸，还有其他位面的魔兽入侵。你姐夫护着你姐姐逃生时，被魔兽生生的撕碎了。方若堂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闭眼嚎叫：姐夫，你好弱呀，可是你好惨。方若堂又哭又嚎的同时，不忘在心里向小镜子伸手，给我2颗洗嘴丹，立刻马上。我这是欠了你的呀。方若堂轻松的又薅到了2颗洗嘴丹，一手一个，直接塞到了方书堂和谢金燕的嘴里。姐夫，你努力，好好保护我姐姐。姐姐，你也一样，否则你以后要亲眼看到姐夫被撕成一片一片，被魔兽扬了。方书堂和谢金燕嘴角抽搐，谢谢啊，但大可不必形容的这么具体。我先走了，你们赶紧各自找个房间躲起来吧，记得让丫鬟备好水，
随时待用。方若堂说完，脚底抹油的跑了。对姐姐的爱不足以支撑他留下闻这股恶臭味。第二日早朝，方若堂又是迷迷瞪瞪的上了朝。朝臣议事，方若堂开小差：你们这个皇帝真是棒棒的呀！朝中那么多能干的大臣，他不挑，直接就挑出了一个敌国奸细。哎，你说这个奸细会不会把你拿出来的新娘一轱辘车直接就给拖走啊？奸细？谁？就是刚才皇上指派的户部员外郎傅大人，他是北凉人。什么？一个北凉的奸细混到我们大庸的户部了？那不是等于把老鼠放到米缸里了吗？皇上怎么看人的？瞎吗？难怪后来天道陨落，我们大庸占据东南方向，面积最大，人最多，但却灭亡的最快。皇上阴沉下脸，死亡凝视着傅大人。朝中其他群臣也是如此，只有傅大人，他面色微白，强装镇定。关于方若堂新生一事，朝臣早就传开了，傅大人也听闻了此事，但他却听不到方若堂的心声。后来他们自己人碰头一论，证实了这个心声还有针对性的，让普通百姓以及丫鬟下人听不到，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保护。毕竟不探听上位者的秘密也是一种保命的手段，但是他们这些细作却听不到，这就难办了，也让他们十分被动。傅大人不蠢，此时此景不用想也知道是他的身份暴露了。